到了就直接问，就说自己还有一枚一样的玉佩。他的另外一个女儿我也让人查了，是在流放前怀上的，刚到流放地不久就产下了一名女婴，但是后来的事情就查不到了，只说那女婴夭折，但是已经埋了的，说明是死了。已经确定埋了？如果没有死，怎么可能被埋？沈渊，你说会不会弄错了？或许这玉佩真的只是盗墓所得。苏婉婉又有点怀疑了，哪有亲生父亲活埋自己女儿的？这事情想查也不难，但是我觉得可不能让咱们自己去查。想到她可能是你娘，那岳母我也能喊出口了。小姐，小姐，来了，好像是京城的人来了。是沈娘来了吗？二妹，二妹，三哥来了。三哥，沈娘呢？可是路上遇到了什么事啊？后头呢，走，我带你去迎迎。像，跟大妹小时候长得真像。你是谁？干嘛这么看着我妹妹？你是沈云逸吧？别急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你们的舅舅。他期待着小家伙惊喜地扑向他，喊他舅舅。你骗人！我们没有舅舅。走，妹妹，咱们可不能让坏人给骗走了。月儿，云逸，娘亲，娘亲，你和爹爹终于来接我们啦！好孩子。老夫人，您别哭了，月儿给你擦擦泪。这两个孩子真好。沈娘，咱们回屋里说话。嬷嬷，快去让人准备饭菜。月儿、云逸，这位是你们的外婆，是你们亲娘的娘亲。是，我是你们外婆，你们的亲娘叫叶霓裳，是我的女儿。这是娘亲给我的玉佩，怎么到老夫人这里去了？这是你们外公特意打造的玉，是外公送给你们娘的。没错了，你们就是霓裳的孩子，我的乖外孙啊。娘，二妹，快找个大夫。爹爹，她真的是我们的外婆吗？娘，你就是我和月儿的亲娘，永远都是。我没事，你们找到亲人，娘亲也很高兴。你说的也没错，我也是你们的亲娘。对，娘亲，无论我们有没有外婆，你都是我们的娘。不多一会儿，那大夫拿着药方出来，带着人准备亲自去熬药。怎么了？很严重吗？我婶婶她本来身子就不好，路上染了风寒，还没痊愈又赶路，现在是救急心病凑到了一起了。许氏情绪也太激动了，大夫怎么说？严重吗？大夫说就是风寒久了没治愈，已侵入肺部，救急的话没法治愈，只能调理。苏婉婉明白了，这大约是感冒久了拖成了肺炎。她空间里倒是有不少消炎药，还有专门治肺炎的药片。救急是什么病？以前我们一家子流放西北，那里冬是寒冷，沈娘雪地里做活，寒气入侵，患上了关节疼痛的毛病，每年冬天都会非常难熬的。风湿病。几个人等了一会儿，公主总算是醒了过来。沈渊和苏婉婉带着孩子进去。外婆。接着他让苏婉婉带着两个孩子先出去，独留沈渊和叶行舟在屋内。我的长儿，尸骨还在甘州。是，当时归乡急，并没有来得及带回他的尸骨。是单独埋葬的吗？是，他是被匈奴的探子杀掉的，
当时匈奴人潜入了我军后方，意图烧我粮草和冬衣。他是为了保护那批冬衣才被杀害，他也是我们大夏国的英雄。岳母大人好好休息，小婿明日再带孩子来。翌日一大早，天刚亮，大伯娘就来了。哎呦，你们这昨日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我来了几趟，你们都没在家。在叶小姐那里吃了晚饭，耽搁了一会儿才回来，让大伯娘担心了。啊，这粉条已经干了，赶紧给你送来了。太好了，这品质不错呀。大伯娘做得很好，等明年红薯都推广开来，咱们这红薯粉条作坊一定能够生意兴隆。对了，今天中午都来家里吃饭，我给你们做这粉条吃。那我们可不跟你客气了啊，实在是太想尝尝这粉条的味儿了。外头就来了一辆马车。妹夫，妹妹。婉婉啊，这是你娘家哥哥来了吗？大伯娘，不是，这件事回头再和你说。算了，也没啥不能说的。这是小玉儿的亲舅舅。怎么还亲自来了？我这边正准备送孩子过去呢。我这不是着急，怕你们忙没时间送，就亲自过来接了。正好也把这些从京城给你们带来的礼物拿过来。呀，婉婉呐，你家里还有个亲哥哥在呢。哎呀，你怎么都没告诉我们呢？既然亲哥在，那就是娘家还在呢，以后得多走动走动。不是，大伯娘你误会了，这是小玉儿她亲娘的哥哥，小玉儿的亲舅舅。啥？亲舅舅？这时候找上门来是来干嘛的？嗨，大伯娘你别多心，人家没恶意。先前跟自己的妹妹失联了，也不知道妹妹已经死了，这才找到了线索，就是过来看看孩子们的。还有小玉儿他们的外婆也来了，不过现在叶小姐那里，回头我再和你细说，人家只是来看孩子的。哎，成，那我知道了，委屈你了，还得招待前妻的家人。张翠花也是有眼色的，人家有了客人，她立马去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。既然来了，吃顿早饭再走吧。成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个就是那红薯面做的，黄色那是用玉米面做的，三哥尝尝。舅舅，这可好吃了，你尝尝。好，这红薯和玉米我也只是听说过，还是头一次吃，也尝尝这味道如何。妹子，若是百姓们都能吃上这窝头，你可是福泽天下的功劳啊。等吃完了饭，妹子，妹夫，你们是不是有事要说？沈渊点头，让两个孩子先到外面玩去。我想问，月儿那枚玉佩可有2个？你如何得知？苏婉婉也不墨迹，直接从脖子中取出了那枚玉佩。三哥，你看，是这枚吗？不是，这怎么会？这从哪里来的？这从不，你们？这是我的，我自小都带着。不可能！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，我从记事起身上就挂着这枚玉佩，看到小玉儿的玉佩，明显这是一对，我就想着等你们来了再仔细问问。小妹，小妹，你是小妹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已经没亲人了，本来不打算问的，可是看着2枚一样的玉佩，不问心里难受。孤儿，你今年多大？快满19岁了。不对，不对，我小妹应该是秋季生日，但是算算日子，她今年也是19岁。不对，我小妹是在冬季，大雪纷飞的日子被我和我爹亲手埋了。当时她还不到100天。你，小妹，是你吗？我不知道。仅凭一枚玉佩的确很难判断，这是用上百年的羊脂玉做成的，
也不像是普通农家能拥有的东西。我和婉婉看到月儿的那玉佩，只想着肯定也是出自叶府，就想着物归原主。相公说的对，我家里的条件肯定是不可能有这玉佩的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，但既然是叶家的，和小月儿那个是一对，就归还叶家吧。既然玉佩在你身上戴着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实不相瞒，这是我小妹叶星婉的玉佩。叶星婉，当时我们叶家被流放西北，娘亲流放前已经患有身孕，一路颠簸，到了流放地已经是深秋季节。因为路上遭了太多罪，那孩子好几次都差点流产，她还是顽强地活到了目的地。刚到流放地，还没安顿好，小妹就出生了。生出来真的只有巴掌大，还差点断了气。娘也没奶水。那个地方秋天已经冷风刺骨，我们用尽了各种办法想要养活小妹。爹娘甚至还跪着求当地一个牧民要了一头母羊回来。可是到最后，小妹只活了2个多月，她身体太弱了，一场风寒就要了她的性命。那玉佩是父亲在流放路上偶然捡到的一块玉，他偷偷藏了起来，偷偷地亲手雕刻了凤尾绢。那是我们在大西北遇到的一种鸟，长得好看。我爹最喜欢好看的东西，看到那鸟儿就感觉看到了希望。就2块玉佩，父亲把一块给了大妹，一块留给小妹，想着护佑2个姊妹健康。谁曾想，小妹还是死了。对啊，她死了，我和爹亲手埋葬的她。还有这块玉佩一块，怎么又到了你的手中？她死了，怎么会是你？不可能的。可是这玉佩……对了，妹妹的坟墓还在西北，会不会有人挖了她的墓，盗了这枚玉佩？不一定，万一你小妹真的没死呢？不，我和爹确认过了，她真的没劲儿了，身体都僵硬了。没有什么不可能，既然有坟墓，为何不去确认一下？对呀，自己可以去西北走一趟。万一小妹当年真的没死，被人救下了呢？若是苏婉婉真的是小妹，对娘亲来说该是一个多么大的惊喜。若不是，去查验一番也没什么损失，还能把玉佩再给小妹送去。既然玉佩有出血，总要查清楚的。妹夫提醒的是，我会亲自去一趟西北。三哥，这件事还是先不要告诉沈娘，她身体不好，万一因此过于激动，再次昏厥就不好了。对，等查清楚再说，省得岳母大人空欢喜一场。我知道了，孩子我先带到那边。这段时间，我娘那边就劳烦你们了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，也谢谢你把玉佩交给我。就算是盗墓所得，我也不会怨你，因为也不是你盗的。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是我妹妹，我亲妹妹。月儿、云逸，走，我带你们去找外婆。费了一番心思给你弄了个身份，估计是用不上了。三哥估计只会去查一下坟墓，看看里面有尸骨没有，只有这一项就能知道你是否是叶星婉。想来也不会再去调查你在村里的情况了。咱们也没想到那夭折的孩子还有坟墓呢，更何况就算坟墓里面没有尸骨，也不确定我就是那个孩子呀，指不定还会去查。那咱打个赌，我赌他不会去查，只要没尸骨，他立马就会确信你就是叶星婉，玉佩、年龄都对得上，
若是我也不会去查喽，反正就认定你了。这边，叶行舟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庄园，立马就去见了母亲，以忽然有公务在身为由先行离开了。这里离西北并不算远，他快马加鞭的过去，应该用了7、8天就能到了。这样算算时间，在年前就能赶回来。外婆，我给你捏捏腿。外婆，我给你捶背。你们2个还真会讨好人，以前怎么也没给姨姨按过呀？姨姨，你坐下，我们现在就给你按。对，我们给外婆按了，再给姨姨按。真是小机灵鬼儿。沈娘，先把药吃了吧。对了，沈娘，三哥怎么这么快就回去了？他没说。哎，甭管他，男人嘛，事业为重。我看你这里挺好的，我打算过年都不回了，也多陪陪孩子们。成，沈娘想住多久都行。等过几日您好了，我带您去大柳树村看看，那里才美呢。哦，对了，我见婉婉送来了不少红薯面和玉米面，还有腐竹呢。中午啊，我让人做了，先给沈娘尝尝。大柳树村，孩子们都不在家，家里就剩下他们2个。媳妇儿，咱盖个3进的大房子吧，到时候把院子里都铺上地砖，马上入冬了，咱这房子也没有火炕，冬天冷得很。盖那样的院子也不是1、2天就能盖好的吧？这都马上腊月了，也来不及了，等来年春天再盖吧。我们那里有一句话，要想富先修路，咱们这里的官道太窄了。媳妇儿说的对，那路确实该拓宽一下，但是这件事我们自己可办不到，明日我去县城找一下县令大人。正好官府在征徭役，我看是去修堤坝的，并没有说要修路，你去问一问，看能不能把路也修了，咱们适当捐些钱也行。元哥，嫂子，快开门！元哥，有上队的马车翻沟里去了，快去找人帮忙。我去作坊喊人。元哥，多叫一些，3个上队呢，有10几辆马车都陷进坑里去了，作坊的人怕是不够。对了，还有一队咱们认识，就是在山寨救下的那个江南富商，卖茶叶的那个，姓宋。你们去作坊叫人，我去村里喊一下人。你去作坊，我去村里叫人。村里的人听说呀，有客商遭了难了，也是立马行动起来，一个叫一个，不多一会儿，竟是闹得全村都知道了。几乎家家户户都出来了一个人，浩浩荡荡的往县城那个方向跑去。沈渊带着人跑了很久才到达那目的地，果然看到很多人困在那儿。诸位远道而来，不曾想却困在半路，我沈渊招待不周，还请见谅。先以茶代酒，敬诸位一杯。沈小哥，这路不好不是您的错，是我们叨扰了，而且今日来了作坊，让我们叹为观止。你们已经招待得很尽心，比我们想象中要好太多，您客气了。客气话我也不说了，诸位能来也是看得起我沈渊。今日太晚，大家也受了惊，先吃好饭，好好的休整一夜，明日我们再谈合作。今日时间紧急，就准备了这一道菜，名叫大烩菜，顾名思义就是各种菜乱炖，和各地的杀猪菜异曲同工。只不过这大烩菜里面放了我们作坊的腐竹，也有红薯做成的粉条，大家可以先尝一尝，我大柳树村的腐竹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而归。众人吃完了饭都要给银子，说是饭钱还有住宿费。沈渊拒绝了，让他们赶紧去休息。沈东家，您一定不要跟我客气，这是谢礼，请一定要收下。举手之劳，宋员外不用这么客气。沈东家，或许对你只是举手之劳，可是若不是你恰好救下我们也不会及时把那批货送到。若是违约，对我们江南宋家来说绝对是个重创，更不论还有救命之恩啊。这些也不足以表达我心中感谢，还请沈东家笑纳，就当是我宋某交了你这个朋友。如此，多谢宋兄。你也累了这么久了，有个宿舍是专门留给你的，先去休息吧。
渊哥，没事，我精神着呢，我休息几日再走。这一次，我准备往南边去看看。这沈华搞销售还搞上瘾了，兴奋的恨不得立马就走似的。不着急，等这几个商队一路南下，我们大柳树村辅助作坊就能打开南部市场的名气。你这么久没回家了，明日先回家看看，别让二伯他们担心。成，那渊哥你也早点回去休息。兄弟二人道别，沈渊让人带着箱子回了家。这宋海是江南3大富商之一，没想到去剿匪还剿出一个大客户来，以后江南那边的销路倒是不愁了。仓库里的库存，我觉得明日怕不是要被抢空了。订单先接下来，实在不行晚上也开工，无非就是再多招些人来。村里最近种菜的都闲了下来，夜班工钱高一些。有你在操心这些，我真是清闲多了。时候不早了，走，今日我给你安安。两人一起进了空间，虽然家里没有人，但两人现在也习惯了在空间里睡觉，毕竟这里环境更好些，洗澡也方便。实在是媳妇儿那手像是有魔力似的，他觉得那根本就不是在按摩，而是在煽风点火，这谁人能忍得了呀？因为有商队在，沈渊本来第2日打算要去县城找许知县说修路的事儿，也给耽搁了。但是眼看着徭役快要征集结束了，这事儿也不能耽误。苏婉婉就觉得自己可以去县城走一遭，让沈渊在家里和几个客商谈合作，然后装车送走。他到了县城，直接去县衙找许怀远。这不是巧了吗？我也正有这个打算。今年征集的徭役不少，除了派出去修堤坝的，打算让其余的人都派去修官道。修路是个大工程，而且进度很慢。既然大柳树村最需要，我就先把所有人都先派去那里，其他地方的可以缓一缓。多谢许大人，我和沈渊愿意为修路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，徭役的工钱我们可以支付。修路本就是官府的事情，每年朝廷也划拨的有银钱，你们不用管。若真想让他们速度加快，每日为他们准备一顿吃食，吃好了他们自然卖力。成，通往大柳树村这条官道上的伙食我们包了，正好我们村也有不少人要参加徭役，在自家门口也方便得很。是很方便，嫂子放心。许大人，我有个想法，既然道路容易积水，为何不在道路两侧挖上排水沟？嫂子提醒的是，我这就让人过来商量询问，能不能实施，还需要有经验的师傅现场勘察。那我去看看许大婶，大人您先忙。离沈昭下学的时间还久，他就又去买了一份礼物，准备去郑家。郑百万不在家，李双儿还在坐月子。妹子，你来的正好，陪我说说话。我这天天憋在屋里，可难受死了。真可爱。哎呀，让你破费了。你听说了吗？那刘乾又纳了一房小妾，听说可宠了呢。说起这刘家，也还真是奇怪了。刘家怎么了？我听我家老郑说，刘家可能扒上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。还有啊，当初收购黄豆的时候，刘家可不比我们收的少。可是这2个月过去了，也没见刘家出货呀。但是前几日刘家仓库起火了，可是这里面都是空的。若说粮食已经清空，我是不信的。那么多粮食拉出去，总能有个动静啊。可是我们这真是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啊。你也知道，这竞争对手吧，总会打探对方的消息。他们刘家有哪些大客户，我们老郑也不是不知道。前2日还有一个刘家的大客户找到老郑，要来买豆子呢，说刘家违约不卖给他了。你说说，他家豆子都跑哪儿去了？做商人的哪能出尔反尔？唉，指不定人家是夜里出货呢，谁知道呢？不说了，反正这对我们郑家来说是好事儿。管他背后这个巨大客户是谁呀，我们也不争不问，反正我们抓住你们这个客户就行了。还是说说刘乾那个小妾吧，听说呀，他一到刘家就把刘乾迷得5迷3道的。苏婉婉还真的认真听了他说的八卦。这个小妾毕竟是老熟人了，赵媛媛吗？苏婉婉从郑家出来，就准备去买些日用品，正
好买完可以去接沈昭了。谁知道在刚出郑家不久就碰到了赵媛媛。嫂子，真是巧啊，您今日进城来了。谁是你嫂子？我如今是圣上亲封的嘉诚县主，再不济也是你前任东家的夫人。你叫我一声夫人或者是县主都可以，但是嫂子不行，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妹妹。瞧我这张嘴，沈夫人说的是，我应该叫声沈夫人的。夫人，东家还让去买一只老母鸡呢，说是要给您炖汤喝，咱们走吧。成，咱走吧。沈夫人等等，我是想谢谢您的，谢谢您当初收留了我们。谢谢我把你赶出作坊，才让你得以过上如今的好日子。若是这么说，你还真得感谢我。是，我能有今天都是托了夫人的福，还请夫人给我一个感谢您的机会。我已在家中备好薄酒，请夫人过去一叙。赤果果的鸿门宴，他当我是傻子吗？还请到家里去，哼，这是要把我的智商按在地上碾压吗？感谢我收到了，喝酒就不必了，我还有事，告辞。苏婉婉才不上当呢，拒绝的干脆，领着黄婶就走。不得已，他只好拿出他的杀手锏来。他猛然一个上前，这次直接跪下了。这位夫人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夫人，看在往日的情面上，求求您救救奴家吧，奴家真的是过不下去了。你过不下去关我们夫人什么事儿啊？我家夫人可没欺负你啊。夫人，是不关夫人的事情，可是夫人，我好歹也在您家做工那么久，我姑姑一家现在也在您的作坊，您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救救我吧，我快被他们打死了。你离开我家已经好几个月了，而且也已经和你姑姑一家断了关系，你过得如何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这么大的人了，自己选的路自己咬牙也要走下去，我不欠你的。人家只是你的前东家，你被人欺负了，人家也没义务管你啊。夫人，我知道您说的都对，我也是走投无路了，想着只有您能帮帮我，夫人不帮我也没办法，回去就让他们打死我好了。夫人，只有你能帮我了，你也有这个能力，我以后做牛做马报答您。夫人，求求您了。你起来吧，我只是看在你姑姑的面子上才愿意帮你。谢谢，谢谢夫人。这沈夫人可真是个大善人啊。是啊，听说他们夫妻啊还要在大柳树村盖学堂呢，村里的孩子都能免费读书。人家还改善了农具，找到红薯、玉米这种高产作物，可是活菩萨般的人物，能不管吗？走吧，刘前刘员外也是名声在外，我就跟你去看看这刘府是不是龙潭虎穴。黄婶子欲言又止，还是扯了扯夫人的衣角。夫人，你去书院等一下昭儿，让她下学后先去柳树那里等着。他使了个眼色给黄婶儿，黄婶儿立马就明白了过来。冯刚每天都待在铺子里，黄婶儿过来说的时候，他也是第一时间知道，立马就出了门。老爷，他们来了。沈夫人来了，请坐。刘员外费尽心思把我请来，不知是何事啊？沈夫人真是个聪明人，既然如此，刘某就直说了。说完这句，刘乾看了看身旁的赵媛媛，给他使了一个眼色，示意他下去。刘员外，我和赵姑娘是老相识了，以前她在大柳树村的时候，就一心想着要到我家伺候我。既然如此，就让她留下伺候吧。成，你赶紧去给沈夫人倒水添茶。刘员外，请说吧。我想和沈夫人谈一谈合作的事情。那刘员外可能找错人了，生意的事情我向来不管，你应该找我相公谈合作。沈夫人误会了，我谈的合作是红薯和玉米的事情，并不是腐竹的事情。据我所知，这两样作物都是沈夫人最先发现的，更何况贵夫妻伉俪情深，都言沈东家视妻如命，这作物的事情，刘某觉得跟沈夫人商谈更为合适啊。
怎么合作？我想包下你明年所有的红薯和玉米的产量，都按如今的精米的价格，并且沈夫人手中若还有多余的种子，我也高价收购。刘员外难道不知道，官府准备明年推广这2种作物，即便我种了红薯玉米，也不得不卖给官府吗？沈夫人，既然我敢提出来，自然也是知道一些内幕的。作为发掘这2种作物的人，官府并没有强行收购你手中的粮食，想来明年也是一样，这是官府给您的特权。毕竟是您自己的2种种出来的，不像其他农户是官府发放2种强制种植。而且您手中的土地颇多，荒地加良田可达200亩，还不带2个山头的坡地，等明年秋收，您这些土地的产出可谓巨大呀。他怎么那么好命？这才多久，竟然积累了那么多土地，还有一个作坊，听说生意也是好的不行。沈夫人也明白，明年官府再从村民手中收购2种，绝不会是今年这个价格，甚至可能会比黄豆的价格还要低。而我明年还按精米价格收购，沈夫人也是生意人，还望好好考虑啊。刘员外还真是大手笔啊，不愧是北昌府第一粮商。嘿嘿，沈夫人谬赞啊。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呀？沈渊的事情从来都没有瞒过他，他自然知道刘乾收购粮食的目的，不如就顺藤摸瓜。我倒是有意，可是我一介妇人，这种事情自然是要我夫君来决断。啊，那是自然，还请沈夫人在沈东家跟前多多美言啊。还有一点，若是沈东家也同意，既然咱们做的是明年的买卖，自然也是要提前签订契约才行啊。刘员外放心，这点我还是懂的。如果我夫君同意，我让他亲自登门。老爷，六姨娘，外面柳氏家居行的掌柜来了，说是店里有了新款式，拿来给六姨娘过过眼。请他进来吧，给六姨娘长长眼，喜欢了就定下。多谢老爷，老爷对圆圆可真好。赵姨娘，刘员外对你这么好，你却说在府里天天被打，求我救你出府，怎么跟我看到的不一样啊？老爷，我没有，我这也是想要请沈夫人入府，不得已的。哎呀，刘员外，你果真打了赵姨娘，瞧，赵姨娘害怕成啥样了？刘员外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饶了她吧。今日看在沈夫人的面上，就算了。赵姨娘，你还想离开刘府吗？如果真想离开，我想刘员外一定也会给我面子的。离开？不，他不离开。离开了刘府，他啥也不是，指不定还要被贺二柱找回去，那就真的堕入地狱了。刘乾也算是看出来了，这赵媛媛今日带苏婉婉入府，怕是用了不好的手段，人家啊这是撒气儿呢。一个姨娘而已，沈夫人想带走，随时可以带走。不，老爷，奴是您的人，奴不走。夫人，奴错了，老爷对我很好，奴舍不得老爷，求您不要带奴走。苏婉婉看到了冯刚，也不想再多待。既然刘员外对你这么好，而且你又自己不想离开了，我自然不会强求，只是下次可不要再说被打的事情了，传出去对刘员外的名声不好，你又怎么对得起刘员外对你的好呢？家里贱妾不懂事儿，让沈夫人见笑了。冯师傅，你来的可真不凑巧了，我看刘员外有家事要处理，可别在这里讨人嫌了。正好我也很长时间没有见柳叔了，一起走吧。都是一个村的，刘乾肯定也知道，苏婉婉这么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哎呦，夫人，您可算是出来了。客气的跟刘员外道了别，苏婉婉上了马车，沈昭也在马车里。嫂嫂，没有事情吧？那刘乾可有欺负你？没事，他欺负不了我。你还不知道你嫂嫂的本事，
把车拐了个弯，江顺也过来了。嫂子，你今日真是太冒险了，渊哥知道一定会生气的。没关系，回去我哄哄他。你们今日辛苦了，都赶紧回吧。一旁还有其他人，3个人也没法说刘钱家里的事儿。江顺和冯刚立马就告辞了。王小哥，先顺道去王岗村，咱们去接上云逸和小月儿一起回家。小贱人竟敢骗我！若不是这赵媛媛说她认识苏婉婉，自己要来抢功，她怎么可能让赵媛媛去请人呢？老爷，奴没骗你，我的姑姑现在还在她作坊做工呢。如果她不是动了恻隐之心，怎么会跟我来？她太难缠了，如果我不那样说，她根本不会来。我也是没办法。苏婉婉这边已经很顺利地来到了王岗村，刚到王岗村村口，就看到沈渊也来到了村口。我得到了消息，还是来晚了。媳妇儿，那刘钱……没事，我没事，你放心，我现在这身份，刘钱他不敢的。回去咱再说，先去接孩子。刘钱背后的人还没有查清楚，他现在还不能死。爹娘，你们可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们不要我了呢。娘亲，月儿想你啦。师娘来晚了啊。婉婉，沈大哥，你们这是从县城回来吧？给你们留的有饭呢。沈娘，您的身体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这里冬天很冷，沈娘一定要注意保暖。叶姐姐，沈娘的屋子最好也弄一个暖炕。我知道的，已经正在弄了。谢谢你，我没事儿的，只要你们都好，我就好。我这也来了几天了，还没到大柳树村看看去呢。沈渊、婉婉，明日我打算过去一趟，也看看你们的长辈和你们的作坊。那自然是欢迎。又聊了几句，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告别。沈娘，天太凉了，咱回吧。沈娘，你怎么又想起小妹来了？她的儿行和星儿一模一样。雪儿，你说一个人的儿行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变啊？沈娘，你不要激动，耳形是不会变的，可是一样的耳形也有很多。小妹她……沈娘，太冷了，我扶您回去休息，明日您还要早起去大柳树村呢。这边叶静雪终于哄得云染睡觉了，苏婉婉一家也平安到家。沈昭来到大哥大嫂跟前，说了自己最近在书院的情况。沈昭，在书院可有人欺负您，如果有人对你不友好，你也不用怕他，有事一定要和我和你大哥说。大哥嫂嫂，你们放心，没什么大事。书院是有几个富家子弟对我不友好，但是影响不了我的。在书院这是免不了的，但是你记住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也要学会反击。请管奏，出事了，大哥兜着。你大哥说的固然有道理，但是那是莽夫做派，你是读书人，自然还是要靠头脑。当然，脑力解决不了，该揍还得揍，尤其是别人动手的情况下，一定要还手，还要还得更狠一些。哥嫂，你们这教育方式，好吧，我喜欢。嫂嫂，我知道的，我其实没有动手，我只是设计挑拨了他们的关系，并且利用夫子的手惩戒了他们。你们放心，我晓得分寸的，也不会让自己吃亏。你做的对，就该这样，并不确认还让自己置身事外的样子，是最棒的方法。沈昭看大哥那一双眼睛都快要粘到嫂嫂身上了，立马就告退出去了，喊着云逸和月儿去睡觉。我本来以为那刘钱要干什么坏事，想着去刘府把他和赵媛媛都收拾了，再用空间把他的钱财也搬空，得，他没给我这个机会。你一个人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，还想收拾刘钱？媳妇儿，我不许你以后做任何危险的事儿，
媳妇儿，反正以后我是不会让你独自出门了。我知道了，以后我不会莽撞了。先晾他几日，过几天我去找他谈，先敲他一笔定金，等明年交了货，我们再想办法给他结了，这样也不影响我们的声誉。沈渊，你很有做土匪的潜质啊，也是腹黑的很，这做派我喜欢。有空间在手，还怕劫不走那么多粮食，还能顺藤摸瓜，找到他们的老巢，一举多得。成，霍远，你真棒。翌日一大早，云染和叶静雪来的也挺早的。外婆，外婆，我们带您看看我们家。哟，这猪养这么大呢？是啊，我家小花小草长得可大了，吃的都是玉米糠和腐猪作坊的刷锅水，还有豆腐渣。我娘说腊月就可以宰杀了。村里的猪都没我家的大。你们可真能干，有这2头肥猪，今年要过个肥年了。是啊，过肥年。外婆，今年你会和我们一起过年吗？云逸、月儿，你们带你们外婆去大奶那边看看，一会儿再回来吃饭。大奶，大奶，我们来啦！大奶，你快看，我们有外婆了，我们外婆找到我们了，亲外婆呢。亲家大伯，亲家大伯娘。哎呀，这亲家姥姥啊！哎呀，快请进！哎呀，你看这是怪不好意思的，这本应该我们先去拜访您的。哪有那么多的规矩啊？我这也是才找到月儿他们，也是我那苦命的女儿任性，竟也没告诉沈渊家在哪儿，断了联系。看到这好看的夫人就是没一点架子，这般随和，张翠花悬着的心也掉了下来。嗨，是我们沈渊不好，没有照顾好月儿娘。也不能这么说，这都是命啊。沈渊把孩子照顾得很好，我女儿泉下有知，也该知足了。2个女人说话，沈松青和几个儿子在一旁也不知道该说啥，赵燕也是不多话。可好在张翠花是个能聊的，这一通聊天下来，2人倒是也挺投机的。我女儿虽然不在了，但是我有意想要认婉婉为干女儿，以后咱们还当亲家走动。哎呀，那感情好啊！婉婉可是个好姑娘，也是个好媳妇儿，好娘亲。您刚来的时候我一眼看到您就觉得您跟婉婉有几分相似呢。哎呀，这也是缘分呢。哎呀，婉婉这孩子命苦，家里没人了，认了您这个干娘，也算是有了娘家人了。您也觉得好啊？那就好，回头我就找婉婉说去。2人说了一会儿话，云染就回去了。饭后，婉婉我跟你投缘，你也跟我们叶家有缘。我看你和雪儿就像亲姐妹一般，我有意想认你为干女儿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福气啊？婉婉，我沈娘可喜欢你了，她也没了女儿，你现在呢正好也是月儿的娘，沈娘对你好像是对霓裳姐姐一样。不是，我想认你为干女儿并不是因为霓裳，是从心。婉婉第一眼见到你，我就觉得你该是我的女儿。我也莫名觉得跟沈娘亲近，能认沈娘为干娘，我也心之所向。好，这次匆忙也没准备什么像样的礼物，这镯子我一直戴着，就先给了你。认干亲也需要个仪式的，可惜了，叶家长辈都在京城，没法赶过来。云姨，不用那么麻烦，我娘家也没什么长辈，婆家也没公婆，只有大伯娘和大伯，不用大动干戈。婉婉说的对，沈娘，你可以先认下婉婉，去封信回京城便可。说有机会带婉婉回京城，咱们再拜见长辈。
你大伯那边我已经跟他们提了一下，明日一起到庄子上吃个饭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就是委屈了你。雪儿说的也对，等有机会了在京城，我再带你去见见长辈们。叶行舟已经赶到了当初他们一家生活了10多年的地方。爹，我来看您了，今年是第2次来了，以往都是每年开春的时候来的。如今陛下已经稳住了朝堂，我大夏国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，势必会越来越壮大。我娘也挺好的，您不要担心，就是您一定要保佑娘身体康健。这次来，我是想办一件事，寻求一个答案。这玉佩，你还记得吧？是您亲手雕刻的，是来到这里的时候捡到的一块玉石。每天只要一有空闲，您就雕刻它，刻了2个，给了2个妹妹。我当时还说你偏心，为什么不给我一个？你说这块玉太小了，只能刻2个，给2个妹妹。爹，我们已经找到了大妹的女儿，而且已经相认。可惜的是，大妹已经走了。你放心，等这边事了了，我再去王岗村祭拜一下大妹。可是这玉佩不是大妹那块，而是小妹的。爹，我没有认错，就是小妹的。这是我这次来的目的。这玉佩明明是您和我亲手戴在了小妹身上，一起下葬了。可是她现在竟然出现在了别人的手中。但是那个人是个好人，我相信绝不是盗墓所得，也不排除是其他人盗墓。可是一个小女孩的墓，谁会去盗呢？周哥，不可能的，我一直打理这里的墓，这些墓都好好的，没见有什么异常啊，不可能会有人盗墓。小妹啊，哥哥来看你了，乖，哥哥只看看你还在不在。周哥，真要开棺啊？左右明年春天，你们不是已经打算把这些坟墓都给迁回京城去了吗？明年春天不是青天剑算出来的几日吗？咱们这时候就开棺，你还要把棺椁带回去，你就不怕你娘打断你的腿啊？我等不及明年春天了，这玉佩本应该是棺材里面的，我害怕。好，我帮你。2人不再多说，拿起工具开始挖了起来。钉子还在。2人对视了一眼，只觉得脊背发凉。有没有可能你手中的玉佩根本不是小妹的那枚，你弄错了？不，我不会认错的。当棺椁被打开，王虎都不忍去看了。空的？怎么会？周哥，你确定当初把小妹放进去了吗？你说什么？我放了，我确定。怎么会没有？周哥，你别啊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该怎么办？看到他昏倒，王虎直接懵了，望着那空棺材，再看了看周哥，浑身发冷。见鬼了吗？不关我的事啊！各位阴魂，看在我打理你们坟墓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啊！别念了，我妹妹可能根本就没死，被人救走了。没死？有没有死你们都看不出来啊？就算没死，你们把她埋了也得憋死，有你们这么当亲人的吗？那你去问问我老爹。燕儿叔，我没说您。叶行舟这边把棺材给放好，重新填了土，只不过把那个小小的墓碑给弄了出来，直接给摔了。我妹妹一定没死，是墓碑不需要了，晦气。啊，小妹没死是好事。对了，你找到妹妹了？找到了，这玉佩就是她给我的。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怪不得你要来开棺。不对呀，那这玉佩也可能是别人给她的，
或者真是他养父母从别处弄来的，只凭玉佩也不能完全确定。我和你说吧，咱们村里的大丫你还记得不？我告诉你啊，他爹其实是甘州府知府大人，结果刘婶让二丫拿着玉佩去和知府大人相认，说二丫是捡来的那个孩子。若不是那二丫实在太蠢，露出了马脚，知府大人都被蒙在鼓里。当真？当然是真的，不信你去村里问问，就去年的事情，村里人都知道。那二丫冒充了大丫，还去知府里享了好几个月的福呢，就在今年夏天才被发现不是亲生的，被知府大人打了个半死送回来了，现在还瘫在床上呢。你说的不对，我不会认错的，她就是我妹妹，不会冒认的。好吧，那你应该高兴啊，找到了小妹，婶子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二人收拾好了墓地，叶行舟又跟自己爹念叨了几句，告诉他找到了妹妹，然后才离开。云染刚认了干女儿，就让苏婉婉在庄子上住了一晚上，也算是全了这母女情谊。黄姐，您都来这么久了，师弟都没来看您，真是失礼了。黄姐，黄姐，显儿拜见黄姐。怎么显儿也来了？他什么时候到你那里的？前日到的。陛下来信说，庄子上有人欺负他，又嚷嚷着要找弟弟和姐姐，就派人把他送过来，说是待一阵子。这个是他的八皇兄，出生以后发了一次高热，就把脑子给烧坏了。5岁学会走路，6岁才会说话，还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蹦出来的。岂有此理！如今天下大定，显儿可是正儿八经的显王殿下，皇亲贵胄，竟然还有人敢欺负他。黄姐姐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没事儿，姐姐不生气。既然来了，就多待些日子，在你师弟那里，总没有人欺负你。王姐，陛下已经处理了那些刁奴，没事了。正好我今日带他来看看，也看看您的干女儿，我的外甥女。好标致的人，王姐，你眼光不错呀。婉婉，这是你小舅舅。婉婉拜见小舅舅。好，这是舅舅给你的见面礼，别嫌弃啊。苏婉婉接了过来，立马道谢，举动挑不出任何差错。这云逸呀，也是跟我们有缘，乖巧懂事，他就是我的亲外孙。是挺不错。怎么没看到小月儿他爹？大柳树村作坊那里的事儿多，他先回去忙了。大柳树村？小舅舅，你应该是见过夫君的，他叫沈渊，上次还留在新平县为您做事，剿灭了山匪。竟然是他，原来是一家人。云峥也就跟他讲了沈渊剿匪的事儿。这沈渊若是留在军中，想来如今也是一名将帅之才了。当初他退役的时候，王将军就有意留他，是他执意要归降。黄姐，他现在是咱们的亲人，可不能强人所难。姐姐，姐姐，这个姐姐好漂亮，陪我玩。什么姐姐？我该喊你舅舅的。你是我舅舅，不应喊我姐姐，你喊我婉婉就行。婉婉姐姐。得嘞，白解释了。显儿，来姐姐这儿。姐姐，我饿了。好，我这就叫人给你做吃的。不用介意，他看到大姑娘小媳妇儿的都叫姐姐。苏婉婉笑笑不说话，吃了晚饭才带着孩子们离开的。平阳镇沈家炼油坊，沈华观察了好几天，终于在今天晚上把那冯建宁给抓住了。这个表弟偷他银子，抓小偷啦！咋了咋了？你爷俩不是出去吃酒了吗？表哥，建宁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咋了？娘，他偷我爹的银子，被我撞到了，还差点把我爹给撞倒。
娘，是银子，这么多银子呢。他每日打扫家里都没能找到死老头子把银子藏哪儿了，竟然被他给找到了。姑姑，我没有，我就是姑姑，是我爹，我爹他病得快要不行了呀，我也是没办法了。哎呦，你爹怎么了？前阵子见他不还好好的，他咋了？他病了，要吃药，药太贵了，我们买不起。爹，你敢咒舅舅？今天我和爹还和舅舅一起吃酒，你竟然说他病了？你多久没回家了？舅舅可是说已经有1个月都没见你，你还敢咒舅舅生病，可真是个大孝子。你今天真的见到你舅舅了？他真的没事？娘，舅舅没事，倒是冯建宁这1个月都没回家，不知道在哪里鬼混。娘，平日里不是爹不给你银子，实在是舅舅家就是个无底洞，如果舅舅家有顶事的，想要东山再起也不是不能帮衬。姑姑，我们想东山再起，姑姑，我能顶事儿，我能顶事儿的，只要再给我个店铺，我一定能行的。都偷银子了，你就是小偷，我们完全可以去报官了。你这人品还想东山再起？我看啊，大哥家的粮油铺也不是因为灾年才血亏的，就是因为经营不善，做生意不诚实，不然那么多铺子，为何单独他家的倒了？当初岳父大人还在世的时候，铺子生意多好啊，岳父大人才走几年，生意就被他们毁了。沈华说的对，做生意讲究的是诚实，靠投机取巧、坑蒙拐骗是不长久的。大舅哥家里如今已经不适合做生意。哎呦，你这孩子，你姑父让你来家里做工，给你的工钱也不低，怎么也够你生活了，你还想着去偷？你说你，你这些日子都干什么去了？姑，你是我唯一的姑姑啊，我是真的过不下去了，不然也不会干出这种蠢事。爹娘，我知道他去哪，他在外头养了一个相好的，肯定去他那儿了。瞪我干什么呀？你想让我保密，又不给我银子，我还保什么密啊？爹娘，他养的那个相好的是个30岁的妇人，还带了个10岁的女儿，我亲眼看到的。你，建宁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呀？你才多大呀？你想找媳妇也该找个一般大的媳妇，怎么能找一个带孩子的妇人呢？你还偷钱给她不是？姑姑，我是真心喜欢蓉儿的，她是个很好的女人，我不介意她有孩子，那孩子也乖巧，他们生活得很苦，我想帮帮他们。那孩子得了很严重的病，得用药吊着，姑姑，你帮帮我吧。你个混账东西，自己家都够难了，你还帮别人孩子？那妇人那么大年纪了，你找个什么样的不行啊？你看上她什么啦？啊，这个骚狐狸精，看我明天不去撕烂她的嘴！姑姑，你别骂得那么难听，是我缠着她的，她刚开始也不同意和我在一起，我只恨不能光明正大娶她。我知道你们一定不会同意的，但是我一定要和她在一起，大不了我就入赘到她家。混蛋玩意儿，你滚！我没有你这个侄子。你觉得他好，你就去，你跟他过去。看在亲戚的份上，我就不去报官了。但是从明天起，炼油坊你也不用来了。我们家对你们家早就仁至义尽，家里的事情我会找舅舅说，你们过下去过不下去也跟我们家没关系。姑姑一家3口来到了沈渊家，听说是要吃饭，沈素也跟着沈渊一起过来蹭饭。是真好吃，谢谢表嫂。你们最近干活十分辛苦，这是应该的。不过今日找你来吃这酸辣粉，可不是光吃就行。表嫂，你想要我做什么，只管说，我一定好好干。没事儿，就是想问问你们，这酸辣粉你们觉得拿出去卖会好卖吗？咋会不好卖呢？肯定好卖。这大冬天的来一碗，身上暖烘烘的，哎，这味道也是超级好，吃一碗过瘾的很，恨不得再来一碗呢。对对对，好卖。若是我遇到闻到这个味道，都想买来一碗吃。表嫂是要准备去卖这个酸辣粉吗？你表嫂不做，准备让你去做。让我做？
我是帮表嫂去做吗？不是帮嫂子做，渊哥的意思是让你自己做。让我自己做？我准备把这个生意给姑姑和你，姑姑可以去烙千层饼，你做这酸辣粉。不行，作坊这边仓库也很重要，我若是去做了生意，仓库怎么办？我还是想留下来帮你们。让你去你就去，作坊离了你还不赚了是咋的呀？啊，你是觉得我管理不了一个作坊，缺了个你还不行了？不是的，我没有这么想，我就是。你表哥说话不好听，但是呢，你也不要操心作坊，让你做你就去做，等攒够了经验，指不定以后你也能开个馆子。自己做生意总比一直待在作坊强。还有沈素，以后有其他好的生意也给你留着。苏婉婉也没忘了沈素。大伯娘家3个儿子，老大沈亮做了卤肉生意，老二沈恒做了水磨的生意，就这沈素一直跟着他们。渊哥、嫂子，你们不用管我，我觉得在作坊就挺好的，我喜欢在作坊干活，更何况你们给我的工钱那么高，我很知足了。婉婉，谢谢你啊，你这么说我们就应下了。宝林，快谢谢你表哥表嫂。谢谢表哥，谢谢表嫂，我一定好好干，把这酸辣粉的名头给打出去。姑姑家也是行动派，立马就去买了炉子、砷锅还有碗筷，还买了一口平底锅烙饼用。这一日，天空飘起了大雪。宝林那生意做了几天了，这几天来买酸辣粉的人是越来越多，看来这生意是起来了。虽然贵了点儿，但是一听是红薯粉条啊，都想去尝尝鲜。尝鲜之后就忘不掉那味道，下次还会来吃。仓库这边我让林毅去了。啊，对了，听冯婶子说林毅去他那里提亲了，想要娶冯小柔。那挺好的呀，我以前就觉得他俩会走到一起。刚开始婶子还不同意，她许是想到了赵媛媛，毕竟林毅以前喜欢过赵媛媛。不过那冯姑娘也是厉害，直接把她娘给说服了，这婚事应该是成了。我怎么觉得明年春天咱这村里会有很多喜事？前阵子村里一直见有媒人走动，不是去这家就是去那家。咱们村里生活好了，也都富裕了，自然就有不少媒人走动。十里八乡的姑娘都想嫁给咱村里的小伙，外面的人谁不想娶咱村里的姑娘呀？一家4口不多一会儿就堆了一个雪人。娘亲，她好漂亮。2个孩子围着雪人转，不多一会儿，门外传来了马车的声音。下着雪，干娘那边还派人来接孩子。少叔，您怎么来了？这次来还真是有事儿。到了屋内，喝了一杯热茶，赵叔这才开了口：“先把上个月的银子给你渊哥他们。”嫂子，渊哥，这是上个月的分红，账本我也带来了。对了，官府也订购了一批管道，说是修路要用一些，做什么排水系统，所以这月的销量估计更好一些。都是你们的品质好，我听说另外一家窑坊也开始做管道了。放心吧，我们这可是有技术的，他们的管道用的时间长了会有漏水现象，比不上咱家的。虽然卖的比咱家便宜，我也不担心，我们自己把控好质量关，跟柳叔家的柜子一样，不怕他们。成，你心里有成算就行。其实我这次来啊，还有一件事，想求2位帮忙。是我这儿子看上你大伯家的女儿了，自己不好意思说，我就舔着老脸来了。先拜托你们探探那姑娘的口风，若是也同意，我这立即就让媒人来。沈晴，嫂子，对，就是沈晴，我真的喜欢她，可是心里也没底，万一她对我无意，贸然追求她，就怕坏了她的名声。本来啊，今日该直接找媒人来说的，但是为表诚意，还是想亲自跑一趟。如果我家这傻小子有福气，也得了那姑娘的眼，明日啊，我就让媒人直接来说亲。那如果他没同意呢？这赵天石不行啊！作为男人，你喜欢人家姑娘，直接表明心意得了。
若是两情相悦，直接上门提亲；若是不行，也不用走这个流程，这拐弯抹角的也不嫌麻烦。嫂子，若是沈晴没想法，我也不会逼她。但是我真心喜欢她，只要她还没许配人家，我也一天不会成婚。成，我下午就去找大伯他们问问。不过沈晴那边，我觉得还是你自己去问最好。男子汉追个媳妇儿又不丢人，你紧张什么？赵叔，你难得来一次，走，我们带你去作坊那边转转。一行人跑到作坊那边，沈渊带着赵叔去转，苏婉婉却把沈晴给喊了出来，陪她出去清理一下外面的雪。今日这么大雪，你怎么来了？还在这里帮忙干活？是渊哥让你来的吗？我来找你的。啊？找我？晴儿，我是想问问你，我喜欢你，看你对我有意没有？若是有意，我立马就请媒人上门提亲。喜欢我？我说的是真的，我发誓。发什么誓啊？别打扰我干活，这雪这么厚了。沈晴摔倒在雪窝里，他也脚下一滑，摔倒在他跟前儿。你怎么这么摔啊？见到你我就没好事儿。对不起，我动作太慢了，下次我一定快一点。苏婉婉看到二人的神态，想着这怕是成了。这件事儿说好之后，赵家过了2天就直接让媒人上门说亲了。隔壁家的大红看到有媒人进了沈家，郁闷了一上午，一直关注着老沈家的动态。一直到那媒人都走了，他看到人家欢天喜地的离开的，这是敲定了的意思啊。而且他还看到沈素那家伙站在门口亲自送着媒人离开，心里就有点不得劲儿。难不成是媒人来跟沈素说亲的？干啥呢你？门给摔坏了咋弄啊？娘，隔壁刚才有媒人来了，你去打听一下是给谁说的。他家现在没成婚的多着呢，家里条件也好，早就该有媒婆上门了。娘，你就去问问呗，看看到底给谁说的。你那么着急干嘛？还说他们呢？你呢？上次说那个你不同意，我给推了。你这快16岁了，婚税今年都交了，还要拖到什么时候啊？我看呢，8成是给沈素那小子说的。说起来，他比你还大2岁呢。现在老沈家出息，不知道有多少姑娘想嫁给他。上次你婶子还说要给沈素相看呢。他在屋里走了好几圈，又忽然出了门，直接跑到沈素家里去了。娘不打听，他自己打听。哟，这是谁惹了咱们村里的一枝花了？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男女授受不亲，别让人看见了。小时候你啥我没见过，还授受不亲，你算不算呢？沈素，你是个大老爷们儿，我就直接问了，今天那媒人是不是给你说亲的？你准备相看了吗？就为这事儿，你把我胳膊都掐肿了。对，就为这事，你是不是想娶媳妇了？我都这么大了，想娶媳妇儿有什么不对吗？你真的要想看媳妇？沈素，你说话不算话，你是个大骗子。我咋说话不算话了？我咋是骗子了？我骗你啥了呀我？哎，你别哭。骗子，你说过会娶我的，我等了你这么多年，你要去相看别的姑娘，骗子，大骗子。我啥时候说要娶你了？我把你当兄弟，我怎么可能娶兄弟？大红已经跑了，独留他在寒风中飘荡。哦，他记起来了，小时候大约7、8岁的时候，他好像是说过长大要娶她来着。可是那时候是小时候过家家呀，怎么能当真呢？沈素追了过去，大红已经回了家，门关得死死的。沈素一脸挫败的离开，想了想，他还是去作坊那边上工去了。许是到了腊月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腐竹的生意愈发的好了一些，已经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。
于是夫妻二人一商量，准备让大家加班，2班倒。当然，加班工资也是有的，按照时辰算，本来20个铜板一天，现在就按照60个铜板一天。沈渊，明日咱们一起去接沈昭吧，正好要买很多东西，我都记下来了。好，正好这几日小月儿都没有去公主那边，估计公主也该想她了，明日一块过去看看。哦，小月儿她舅舅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不知道去查的怎么样了，算算日子也应该回来了吧。他应该是顺便去甘州了，临走之前问了我小月儿亲娘的埋葬地。那坟墓是沈渊夫妻合葬的吗？墓碑可有问题？放心，没事，既然替代了沈渊，墓碑上是不会露出马脚的，除非他也开棺。也不知道叶星婉的墓里面有没有尸体，若是没有尸体，棺材也没动过的痕迹，那下雪天都不怎么出门，过了2日雪下的小了，沈渊才带着他们出门。嫂子，渊哥，你们看咱这生意，我整日忙都快忙不过来了。这火锅在冬天简直是绝配，现在咱这火锅已经火到京城去了。前2日还来了2个京城的客商，说是慕名而来啊。这新奇的吃法味道又好，京城都没见过，自然很快就打开名气。可有人仿照咱们这锅子开其他的店？那肯定有啊，那街头那边就有人正在弄，我还去打铁铺问了，打的锅也跟咱这一样，不过他们开业估计也都要到年后了。哎呀，不过他们的味道肯定没咱们的好，咱们也不必着急，就算他们价格低一些，抢走一部分用户，咱们走精品路线无妨的。年后啊，我还准备推出虾锅、鱼锅，这很多都不是本地人。可不是嘛，都是最近的客商，听说客栈都满了。咱们通许县很久没有这么繁荣的景象了。这位夫人、小姐，我们这里今天真的没位置了，都是预定好的。如果你们真的需要，就得先定时间再来，请您见谅。我们大老远来的，怎么连进都不让进呢？以后谁还有时间来呀？预定得排多久了？5天后。5天？我多给银子还不行吗？我们就今天想要进去吃，哪有把客人往外撵的道理呀？苏婉婉等人正好出来，看到是他们，苏婉婉倒是没认出来。怎么了？少东家，这母女2人没有预约，非要今日就进去。哎呀，2位请回吧，我们火锅城有火锅城的规矩，谁来都一样。沈渊呐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是来吃饭的吗？哎呀，你们这是吃好了？沈渊了一声，并不想多说。嘿，三哥三嫂。渊哥，这是你们亲戚？我爹是三哥的二伯，我们家在平阳镇开炼油坊的，你们店里的豆油应该就是买我们家的。哎呀，对呀，我是他二伯娘。原来咱们这也算是老熟人了。哎呦，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。哎，正好有一桌没人来，既然是渊哥的亲戚，那就进来吧。哎呀，苏婉婉和沈渊一阵无语，咋就答应这么快呢？也不听听他们的意见。呀，那可真是太感谢了。沈渊呐，你要不要再一起来吃点啊？不了，我们还有事，你们去吧。沈渊赶紧拒绝，回头给了白少一个眼神儿。白少莫名其妙的，这是啥意思？让免单的意思吗？可是也不像啊。这次他聪明的没有开口那么快，让小厮领着他们先进去。多谢三哥，多谢三嫂，多谢白公子。嫂子，等过几天雪化了，我和我娘就回去看看你们，我们也很久都没回去了呢。苏婉婉觉着沈兰好像不情愿进去，故意在这消磨时间，这是有目的啊。再看看他那一脸的羞涩之意，还有那若有若无飘向白少的眼神儿，这哪还能有不明白呢？感情在这表现呢。是很久，有好多年没回去了吧？
回，这次肯定回，我们一家都回去，那可是我们的老家呀。不过啊，两人的互动倒是让白少看出了门道，他暗觉自己坏事儿，这怎么看着两家关系都不好的样子。白少心里有了底，虽然懊悔自己坏了事儿，可是人都请进去了，也没办法呀。但是他也总算是知道渊哥刚才那眼神是啥意思了，那就是不能免单呗。母女俩进了火锅店，还给领到了一个不错的雅间儿。小伙计热情地过来让他们点菜。冯春云眼珠子转了转，这东家和沈渊那么熟，怕不是要免单呢，今天可得多吃点儿。在小伙计的介绍和忽悠下，冯春云点了许多菜。娘，你怎么点这么多呀？就咱们2个能吃完吗？你懂什么？你没看到那沈渊和东家那么熟啊？东家还似乎在巴结着沈渊，对我们态度也那么好，还说什么有人定了位置没来，嗨，那都是客套话。娘，你这么说还真是，那白东家对他们不是一般的巴结，三叔家的这个儿子是真出息了。还有那苏婉婉，你看身边还有那么贵气的小姐做朋友呢。什么苏婉婉呐？以后你可得喊三嫂，她现在还是县主呢，你得恭敬点。什么县主？就是个名号呗。我们以前也没听说过县主是什么呀，就听说过公主、郡主的。若不是三哥，他怕是也没这么风光。那也是县主，朝廷给俸禄的，大夏朝啊，估计也是头一份了。你说话小心点。就不论县主这身份，就凭他现在是沈渊媳妇，咱们现在也不能得罪了。娘，咱们的银子还要买其他东西呢，听说这里很贵的。嗨，你还不明白吗？那白东家巴着沈渊，我是沈渊亲二伯娘，你是他亲堂妹，你看这宽粉腐竹，这都是从沈渊那里得来的，他还会问我们要钱吗？母女俩吃起来，这才发觉外边传的还真是一点也不差呀。这种吃法，这个味道，简直太好吃了。吃完菜，自然有伙计带他们去结账。看到账单，母女俩直接傻眼了。3两银子，这还因为是熟人被抹了零头的原因。掌柜的，我跟你们东家可是相识的，是他把我们请进来的，你看这能不能再优惠一些呀？哎呦，这位夫人啊，这价钱已经是爷交代过了，打了折的价格真是不能再少了。可是掌柜的，我看那就是几盘蔬菜2盘羊肉，也值不了那么多呀，您再给通融通融，都是熟人嘛，给个成本价就行了啊。啊对了，你们东家的朋友沈渊，那可是我亲侄子。哎，夫人呐，沈渊是我们的贵客不假，可是他自己来吃饭也得按这个价格付账的，不是我不肯通融，我只是个掌柜，不是东家，做不了这个主啊。那你们东家呢？我找你们东家说去。这时候有2桌人来结账了，一个个很是豪爽地支付了银子。冯春云一看，比他们花的还多呢，有一桌还付了10两银子。掌柜的忙活起来，冯春云站在一旁无比的尴尬，还碍事。沈兰觉得有点丢脸，总不能让人家少东家觉得他们连3两银子都付不起吧。娘，赶紧付了吧，我们又不是没有银子。他对着冯春云使了个眼色，冯春云也觉得有些难堪，最终还是付了银子。这少东家也真是个不懂事的，巴结这沈渊也不给我们免单，回头见了沈渊，我可得说道说道。再巴结着三哥，可是那么贵的吃食，总不能不让咱们掏钱吧？人家不是已经给咱们优惠了吗？我看别人付的更多呢。娘，你就别说了，我觉得那少东家人挺好的，最起码还让咱们进了门呢。你看外面还有多少人想要预定，还预定不上呢。可是这银子都没了，回去跟你爹怎么说呀？咱们还要买红枣什么的，这眼看着就腊八了。
娘，咱家现在又不是缺这3两银子，我哥每个月都能有10多两的工钱呢。炼油房的生意又那么好，咱们娘俩花这3两咋了？你爹现在能赚钱啦，你舅舅家又欠着他的，我现在哪还敢跟你爹叫板？哎呀，动不动就要休我，若是知道咱们一顿饭吃了3两银子，怕不是要骂死我。哎呀，我苦命呐，我当初也是个富贵人家出身，他出息了就翻脸不认人了。我爹也真是的，他现在真是变了啊。可是娘，我们也没办法呀，不行咱就回去说钱丢了呗，反正咱们谁也不说，没人知道咱们是吃饭吃完了，三哥三嫂也不是那爱嚼舌根的人啊。沈渊一行人已经去了县衙，沈渊去找县令大人，苏婉婉就和叶静雪去找老夫人，谁知道老夫人也不在，说是带着孙子去戏楼听戏去了。打听了一下才知道，最近戏楼里面排了一出新戏，叫做《西游记》，才演了2集就风靡整个县城啊。这什么花本子啊，这么好听的吗？婉婉，走，咱们也去戏楼瞧瞧热闹。苏婉婉看时间还早，就陪叶静雪去戏楼转上一转，请县衙一个衙役去告诉沈渊一声，等会儿去戏楼接他。这商队进城，我们这里也不会登记他们去哪个商行，又要去哪里，但是都会认真检查的，应该没问题。大多是从北门入，南门出，基本上就是过一夜。我会让人继续盯着，重点检查这些来往车队，把他们来龙去脉都盘问清楚。这数量变动太大了，还是小心为上。这时就有衙役过去说，苏婉婉他们去了戏楼。沈渊告退离开，不过他还是先去找了江顺，谁知还没到江顺家里呢，就看到江顺抱着孩子冲了过来。只不过此时那孩子满脸青紫，咬着一个帕子，浑身颤抖着。一个妇人也在后头跟着，哭得不成样子。怎么了？孩子高热惊厥了，我得去医馆啊。他跑得飞快，沈渊在后面一看也是着急啊。沈渊问了他们去的医馆，也没跟着，立马跑去戏楼，把苏婉婉给喊了出来。等来到医馆，孩子虽然已经不再颤抖了，可是高热还是没有退。大夫，这烧退不下去咋办呀？孩子这脑袋该不会烧傻了吧？哎呀，只能尽量了，能不能扛过去就要看孩子自己了。江顺，你若信我，让孩子把这药喝了，是你嫂子以前弄的药，留有一些退热效果好。啊，你们这什么药乱吃啊？还在我们药堂里，吃坏了这算谁的？外面那么多人还不够你看啊，你赶紧出去。我这不也是担心吗？药哪能乱吃的？这边江顺已经把药给孩子灌了下去，约莫1刻钟的时间，孩子身上竟是出汗了。退了，退了！娘，这烧啊，只是暂时退了，再过2、3个时辰可能还会烧起来。如果是高烧，就还喝1包这个药，用温水冲服。夫人，不知您刚才用的是什么药啊？老朽能看一看吗？董大夫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药，这是以前遇到的一个灵医那边买来的，说是能够退热，效果是真的好，所以呢，我就买了几包备用的，也就这么几包了。这药如此珍贵，多谢夫人。快过年了，要买的东西太多了，就腊八节需要买的材料也不少。你信不信？沈昭一会儿出来肯定要给我一大笔钱。他还挺有能耐的，竟然不吭不响的弄出这么大的动静。哎，你可别怪他，他和我说了的，只是没想到他弄这么大阵仗。不过这也说明沈昭很有能力啊，不是死读书的人，能干成这件事，我们应该骄傲才对。我哪里有怪他呀？是该表扬，这书有趣，抄出来让更多的人阅读，也没有什么不好的。夫妻2人说话间，沈昭已经背着书笼，抱着被褥从书院里出来了。嫂嫂，这钱给你。这么多啊，沈昭，你这才1个月，西游记就卖爆了呀！大哥嫂子，对不起，我没提前和你们说。你不是和我说了吗？我是同意的。
沈章，你做得很好，我们应该鼓励表扬你才对。嫂子大哥，我和你们说，这才第1个月还少呢，以后会越来越多。我和书店的东家说了，这书我可不是直接卖给他的，他每卖出去1本书就要给我1成的银钱。本来我想要2成的，但是这书定价也不贵，纸张和抄书都要花很多的成本，我也不参与这些，只负责内容，干脆就1成算了，不过是定价的1成，不是利润的1成。沈昭把自己这段时间的成果说了一遍，还有戏楼那边直接是一口价。沈昭，你可以啊，这件事你就放手去做，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，有什么困难或者不懂的，再回头问我和你大哥。这是我记的账本，嫂子你过目。孩子太聪明啊，这让人真欢喜啊。很好，这银票你还拿着，嫂子啊不缺钱，你自己赚的你自己存着。我留的有一些碎银子，嫂子，我也是家里的一份子，更何况这书也是嫂子带来的，这是嫂子该拿的，就当是昭儿孝敬您的。成，嫂子先拿着，都帮你存起来。不用帮我存，嫂子该花就花。路过平阳镇，想了想，他们3个还是拐去了二伯家。一来要订豆油，二来嘛，这沈昭都还没去过二伯家，如今又开始走动了起来，于情于理也该来认认门。冯春云母女2人空着手回来，还真说那3两银子是丢了。对此，沈松明是一点都没埋怨他们。丢了，这谁都不能控制。看母女2人因为丢银子而伤心难过，他也不忍心责怪他们。沈渊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来就来了，咋还带东西？快进来，外面冷。二伯，书院今日放假，大哥和嫂子去接我，回来正好来看看您。沈松明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沈昭了，这猛一下子看到沈昭，都差点没认出来呢。好，咱沈昭竟然都长这么高了，像是大人了。二伯，我们就不进去了，回去还要到庄子上去接孩子们，时候也不早了。这次来看看你们，顺便也想订一些豆油，小年之前就要。那怎么行？都到这个点了，走，进去先吃顿饭再走。阿伯，这天马上就黑了，我们也是怕月儿和云逸等急了，下次再说吧。那成吧，下回再说。豆油你们要多少？先准备400斤。好，等我做好给你们送去。屋里的冯春云母女俩听到是沈渊他们来了，吓得都不敢露面了，生怕沈渊说出中午吃饭的事儿。可是不露面好像也说不过去，站在门口偷偷的观望了许久，看到老头子也没有什么生气的迹象，这才出来。呀，沈渊来啦！你们怎么在外头说话？老头子，快让他们进屋，外头太冷了。哟，这是沈昭吧？哎呦喂，连沈昭都这么大了啊，长得这么好，这小小年纪看着就跟秀才老爷一样。老头子，咱们老沈家现在可真不得了。三哥三嫂，堂弟，你们家里坐呀？不了，天快黑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这就走啦？行，天就是快黑了，那你们路上慢点啊。他们是来干什么的？让做400斤豆油送过去。他们要那么多油干什么？就算天天吃，这也得吃多少年了？我哪里知道？说起来也真是，沈渊家呀，现在估计是10里8乡头一份了。哎呀，都那么有钱了，咱家油坊每月还要给他2成的利润，还不给咱免了？你别不识好歹，当初这炼油坊的图纸可是沈渊他们给我的，若不是他们，咱们这出油率也不高，还有很多客户也都是沈渊他们帮忙拉来的。做人要知道感恩，咱们有今天也是托了沈渊和他媳妇儿的福，若不然咱也和你娘家一样，早就干不下去了。甭说人家就要2成，还是只付这第1年的，人家就是要1半，年年都要，咱也该给。说完便头也不回的回了屋。我还要和你们玩。
你们陪我玩，我也要跟你们走。哎呀，这云显，以前在府里的时候，下人不尽心伺候，整日孤单得很。来到这儿啊，倒是像脱缰的马儿一般。你们不知道，这些日子啊，和村里的孩子们玩得可熟了呢。八舅舅就是小孩心性，这很正常啊。干娘，你若放心的话，就让他跟着我们去那边住上一阵。会不会太麻烦了呀？你们那儿年前这么忙。不妨事，作坊那边的宿舍多着呢，我找一个人专门看着他。成，你别派人了，你们那里的人啊都忙，我让他身边的小七跟着照顾他。于是就这么说定了。一行人就这样回了村儿。云显到了村里，一切都很好奇。小云逸还有小月儿二人陪着他玩了几天，他也很快便和村里的孩子们玩成了一片。明日就是腊八节了，苏婉婉让黄婶他们提前把各种材料都准备好，该泡的泡。哟，这么多材料呢，那熬出来的粥得多粘稠啊！呀，这还有糖呢。是啊，东家实在是太大方了，这明日一早要请作坊里所有人都喝腊八粥呢。是啊，咱们这是有福气，遇到好东家了。这儿的日子啊，可比以前不知道好多少倍呢。翌日一大早，苏婉婉在空间里起了床，直接去空间的牌位前烧了纸，上了香。这是现代爷爷奶奶的牌位，是让沈渊亲自雕刻的。爷爷奶奶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我说话，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们，我现在生活的也很好。你们也知道，我来到了另外一个时空，在这里啊，我嫁人了，我还把咱家的辅助作坊也模仿了起来，生意很好。就是有时候啊，会特别想你们。以前呢，我从来不信这些，但是现在我信了。这些都是为你们准备的吃的，还有烧的钱。爷爷奶奶，你们放心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我们这2天要去灵隐寺，沈素，作坊这边你看好了。放心吧，渊哥，有我在，你们尽管出去玩。吃完饭就领着月儿他们几个赶着马车去灵隐寺去了。谁知道正准备出发呢，云显不干了。他这几日和村里的孩子们玩得可好了，这不，吃完饭就要去找孩子们玩，说什么也不上山。3个人在那儿僵持了很久，云显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，不上山了。你们去，可是你们要快点回来啊！我在家里玩。那好，舅老爷，我们很快就会回来，你不准欺负铁牛他们啊，否则回来我也不和你玩了。我才不会欺负他们，是他们要欺负我。你们走，快点回来陪我玩。本来也是要叫上干娘的，可是她的腿脚实在是不好，就没去。可是叶静雪跟着去了。婉婉，你去灵隐寺想祈求什么？我呀，当然是求家人平安幸福呢。你呢？我也是，我只想沈娘健康平安，想我爹健康平安，我还想……那你自己呢？没想过自己要怎么样吗？我已经有天大的机缘，不敢再奢求其他。现在的我真的很好，知足了。却不知道在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身影，看着远去的倩影，很久都没有回神儿。等回过神来，眸中却是无尽的恨意。沈渊一直护在他们后头，自然感觉到了这道目光，一个扭头过去，却也没有发现什么，但是他却警觉了起来。几个人排队到大殿先上了香，这时林文月也上来了。叶姐姐，婉姐姐，我在这儿呢。你自己来了？可不是嘛，我就知道你们肯定会来的。本来啊，我是打算带着我娘一起过来的，也让她来散散心。可是她不放心那个小弟弟，就没来了。看来伯母很喜欢那个孩子。
我娘是真的把他当亲生的在养呢，亲力亲为，有事儿可干，没了心结，他的疯病很久都没犯过了，应该是过去了吧。不过吧，他这一清醒过来，倒是关心起我的婚事来了，说我老大不小了，别天天跟个男孩子似的往外跑，会没人娶的，还要让我爹给我说亲，哎呀，可真是烦死了。做父母的不都这样啊？出来看看风景，心情都是美的。等看了日落，寺庙的灯火也燃了起来。几个人回了房，叫了一些斋饭过来吃过，就先各自回屋去了。苏婉婉还有沈渊没有在屋里待着，他们又去了佛堂。苏婉婉为自己的爷爷奶奶各供了一盏长明灯，又跪坐了许久，只希望爷爷奶奶泉下有知，不用再担心他了。方丈，我已见到了我想见之人，这次带他来感谢，多谢方丈当初赐予的平安符。心诚则灵，是施主有造化。是，我也觉得我造化颇深，终于见到了我心中的仙人，并娶她为妻，如今幸福美满，只愿夫妻白首，共赴一生。看靖远方丈看自己媳妇儿，沈渊也是一个紧张。怎么了，方丈？夫人的面相很奇特，有拨开云雾之象。方丈，那你可能知晓，我将归于何处？归于何处？为啥这夫妇二人所问之事都如此奇怪呢？人生来赤条条，终将归于尘土，这还用问吗？施主，心在哪里，便归于哪里。不过世间万物终归于尘土，施主又何必纠结这个问题？夫妻二人谢过了方丈，回来又往功德箱里面塞了大块的银子，这才准备回屋睡觉。二人本来是想要入空间去睡的，这山上的屋子实在是太冷了，还没进去呢，沈渊却是直接拦住了苏婉婉。他鼻尖微动，轻轻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，空气中似乎有股若有若无的灯油味道。二人对视了一眼，沈渊没吭声，示意苏婉婉噤声，自己则是轻轻地推开房门，绕到了屋子的后头。沈渊刚绕到屋后，就看到一个黑影躲在中间这屋的后窗下，蜷缩在那儿。他闻到的灯油味也就更重了，迅速飞身过去，就是一个无影脚，这次踹得他爬也爬不起来了。饶命啊！叶姐姐，不要点灯，快出来，这四周都是灯油，危险。神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婉婉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快，我们快出去。其他屋内有人听到动静，也点着灯出来看，好像是冲着你们来的。他刚才已经转了一圈了，他们这边房子四周是没有油的，只有叶静雪这边的屋子有灯油。冲着我们来的。叶静雪神色一震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直接跑到沈渊那边去了。看到那张脸，叶静雪恶心透了，是赵行简，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状元郎。叶静雪一个惊恐，深埋的记忆就这样苏醒。叶姐姐，你怎么了？疼，他要烧死我，好痛！叶姐姐，你醒醒！沈渊，先把他关起来。叶姐姐状态不对。你毁了我，你不得好死！毁了，都毁了！空迷是空迷，阿弥陀佛，沈施主，这空迷是我院刚收的弟子，听说他要动手烧一个女施主。混账东西！这件事我们会调查清楚，还请方丈给予方便。今晚我亲自看守他。另外，听闻方丈会些医术，我夫人的朋友受到了惊吓，还请方丈一步。于是他立马命人找了个屋子专门关押赵行简，又派人安抚香客。
靖远大师看了看叶静雪，又看了看苏婉婉。怪事儿年年有，今年尤其多，一下子来了2个命格奇特的人，这比见神仙都难吧。只是可惜他学艺不精，再深奥的他也看不明白了。大师，我姐姐她这是怎么了？她受了惊吓，许是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。让她来佛堂吧，我让人为她念经驱邪。姐姐，别怕，别怕，都过去了，我们都在。佛堂依旧是灯火通明的，几个沙僧盘腿坐在两侧，敲着木鱼。木鱼的响声像是能镇定心神似的。叶静雪刚一进来就安稳了许多。叶姐姐，你没事了？婉婉、文月，走，我们去其他地方说话。那和尚就关在隔壁的柴房中，不声不响的，仿佛断了气儿一般。我想见见他。苏婉婉还有林文月都没有跟着进去，就站在了门口。是你为什么要如此对我？做和尚了，这是家里待不下去了。也是，来这里最起码有口吃的。你说你既然做了和尚了，就好好敲你的木鱼嘛，竟然还敢烧我，你是想我死吗？我跟你一样，也想你死，怎么办呢？为什么？我已经同意和你和离了，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？我承认我在乡下有婚约，可是那是可以退的呀，我犯了什么错？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做错了什么？在那个茶话会，你是故意接近我的吧？你有婚约在身，却去勾搭别的人，这是一错。你对不起你的未婚妻。你杀李娟母子2人想要灭口，这是2错。你就是个狼心狗肺的人，他们何其无辜，照顾你一路到京城，他们是你的恩人。你追求于我，却隐瞒乡下未婚妻一事。你对我有多少喜欢，终究只是利用罢了。看中了我身后的权势，这是3错。不是，我没有利用你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乡下的婚约我会去退的，是你不给我说的机会。会退？那你为何要杀李娟母子灭口呢？会退，你为何要在新婚之夜酒里下药呢？不，他怎么会知道的？我只是想着新婚燕尔，不想让你那么早生孩子。我想多和你享受咱们2人的时光，那不是毒药。不想早生孩子？你以为我傻吗？那药喝下去，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生了。你分明就是想让我不孕，让我觉得我不孕对不起你，借此来控制我。以后还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？想接你那小青梅来就来，想让我办事就办事，因为我会愧疚，觉得不能生孩子对不起你。赵行简的脑袋里嗡嗡的，他不可思议地盯着叶静雪，他怎么什么都知道，连他是如何想的他都知道。明明事情都还没有发生，他是如何得知他想控制他的呢？你被我说到了实话很难堪吗？你就是这么虚伪。你信不信，等你事大之后，第一个想除掉我的就是你。想要烧死我，你还真是就会这一招啊。不过被烧死还真是挺疼的，喊都喊不出来那种疼，还有痛苦与绝望。我很庆幸我能及时看到你的虚伪，不然就是死的连灰都看不到了。赵行简，如果有来生，做个人吧。不，就算你说的对，可是你现在还是好好的，而我，雪儿，不要走，你放过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雪儿，我是真的喜欢你啊！我已经这样了，全族都容不下我，就连我母亲也不要我了，孙倩儿更是对我恨之入骨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
好不容易来到山上出家才能有口饭吃，这还不够吗？不，我是状元郎，我要做大官，我还要光宗耀祖，我是状元郎啊！叶姐姐，你打算如何处置他？先带回去再说吧。这里是佛门，在这里杀生总归是不好。空明是我佛门弟子，你们不能带走。他即便是你们灵隐寺的人，但他犯了事儿，杀人未遂，你们难道还想要包庇罪人？我会和方丈说的，这是你们寺庙的人，你们也有责任。正好我也想问方丈该如何处置这个败类。你们先去休息，这里交给我。婉婉、文月，你们觉得我做的对吗？他今天想要烧死你，你做什么都不过分。对啊，今天若不是元哥，我们都要跟着遭殃了。他不是想要烧死我，是真的烧死我了。婉婉、文月，真的，在梦里我是被活活烧死的，那种疼常常伴随着我，一刻都忘不掉的。不怕不怕，都过去了，现在一切都好好的，有我们在。叶静雪真是太惨了，原来上辈子真的是被烧死的吗？怪不得看到赵行简故技重施会忽然颤抖成那个样子，一定是上辈子的记忆太深刻了。是，都过去了，那只是梦，可是那梦好真实啊！我死的时候化为厉鬼都不能投胎转世，看着他平步青云，我好不甘心呐！不，我做的远远不够狠，我应该早就弄死他，就不会有今天这一遭了。婉婉，这辈子认识你真好，老天一定是眷顾我的。叶静雪呢喃出这一句话，终于是在苏婉婉的怀中睡着了。翌日一大早，沈渊就找了方丈，几乎是想都没想，靖远方丈就把那赵行简逐出了佛门。接着他们就带着他一起下山了。叶静雪已经做了决定，就算让赵行简死，也不会让他死得那么痛快的。他有了一个一箭双雕的想法。到了岔路口，他们的人就分了两路。沈渊带着一个小厮扛着赵行简去了赵家村，苏婉婉他们一路回家。赵家村离灵隐寺近一些，沈渊他们很快就到了。他也不管，直接就把人往大门口一丢，就带着人走了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，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和我没关系？不，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被赶出京城？我若是没有未婚妻，他应该也不会和我和离。若不是去京城赶考那天，你非要过来送我，还做出那么亲密的动作，被李娟母子知道我有未婚妻，他又怎么会知道？你混蛋！我是你未婚妻怎么了？我对你们母子不好吗？我自小就在你们家干活伺候你们母子，就因为你是读书人，我爹娘也想着你肯定会出息，家里的活不让我干，就让我来你们家。我和你是一起长大的，和你的童养媳也差不多了。这么多年，我照顾你们母子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嫌弃我？你考中状元了，却来嫌弃我。我就是考中了状元，你们不也一样，想扒着我才上赶着讨好我吗？我真的考了状元啊！不管怎样，你们既然扒上了我，哪能那么容易就放手？谁呀？倩儿，谁在那里说话呀？是一个化缘的和尚。娘，您别出来了，外面太滑了。那你就给他拿点馍吃。你给我拿点吃的，送我回去。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孙倩儿是什么货色，给叶静雪下药的主意还是他出的。他迅速跑回家里，拿了2个杂粮馒头，这才跑到了外面。我喊人送你回去，我弄不动你。你最好每天给我送饭，过来伺候我。那一天没来，我就将你已经成婚还给我睡的事情说出去，看那李大生打不打死你。我那也是被你逼的。行了，
别说的自己多高尚，被逼的。不知道谁叫的多坏，当初到京城主动和我睡，也没人逼你。看到2个村民往这边走来，忽然惊叫了一声：“啊，这谁啊？教主，快来，有个人躺在这儿呢，好像是个和尚。”他这一尖叫，那2个人立马跑了过来，一看竟然是赵行简。2个汉子不想管他，但毕竟是自己族人，左右也就是抬一下胳膊的事儿，还是抬着他把他给抬了回去。倩儿，人走了。孙倩儿回都不回，斜了他一眼就回了屋。这边苏婉婉和叶静雪先到了大柳树村，叶静雪没着急回，她派去看守赵行简那个人没找到，这才让沈渊和小厮一起去赵家村，也是想找一找他，看他是否出事了。沈渊在赵家村看到有人送了赵行简回家，他才放心，然后跟着那个叫做冯二的小厮去找人。叶静雪派来的那个人特意落户在了赵家村，装作了一个无亲无故的哑巴。到了哑巴家里，门是关着的，里面也没人。根据沈渊的一系列观察和判断，这哑巴恐怕是已经有1个多月都不在这儿了。而叶静雪也是在1个多月之前收到的最后一次消息。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信息，哑巴就像是个谜一般消失在了赵家村。沈渊也是很无奈，也就不再寻找了，回大柳树村了。此刻的大柳树村，苏婉婉和叶静雪也是急死了，因为那八王云显不见了。嫂子，是我不好，没看好他们。咱们这个舅舅啊，就是喜欢胡乱跑。以前在王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常常偷跑出去找不到人。他每次找不到，王府的人就会找很久，还免不了一顿责罚呢。王府也就他这一个主子，所以那些人背地里对他也不客气，有时候甚至直接把他锁在屋里呢。他一般都会自己回来的，他虽然傻，也只是心性不成熟，路还是认得的。我估摸着来到一个新环境，什么都好奇，指不定跑哪玩去了呢。直到下午的时候，众人都还没有找到云显，结果沈渊回来的时候倒是把他给带了回来。别打我，我不想被关着，我就是想出去玩。王爷，是我小七呀。舅老爷，是我月儿。舅老爷，你别怕，没人打你，我是云逸啊，我们保护你。哎，月儿，云逸，你们回来了。太好了，我去找你们，迷路了，找不到，天好黑啊。你在哪里碰到八舅舅的？从赵家村出来，本来想着顺着官道回来的，怕你们在家里担心，就想着从山上翻过来，这样快一点。谁知道刚到一个山坳里，就听到有人在那里哭，就看到他了。他应该是滚了下去，好在我检查过了，没受伤。一会儿我就先把他带回去，改日我把他送到成王舅舅那里。沈渊把到赵家村的事儿讲了一遍，听到他派去的那个人没了踪影，叶静雪也是一阵沉默。叶雷一定不会背叛我们，8成是出事了。可是他们2个的身份隐藏得很好，谁会和他们过不去呢？村里人应该没这个能力，赵行简也从来没见过他们，不会怀疑他们的身份的。除了赵行简，我们叶家也没和谁结仇啊。我再派人过去查，没事的。叶静雪也没有多待，问清楚这事儿之后，就准备带着人赶紧回去。我不回，我要跟云逸玩，我要在这里玩。姨姨，让舅老爷在这儿吧，我们过2日去看外婆，再一起回去。舅老爷，你多大的人了，成熟点吧，这样子实在辣眼睛啊。天色已晚，这时王宝林赶着牛车到了家门口。哎呦，你们回来了，正好，我这有事找你们呢。婉婉，这个你拿着。宝林，你那里的也拿过来。这是我们这几天赚的钱，
都先给你拿着，算是红薯粉条的钱。姑姑，你们这生意看来很不错呀。可不是嘛，现在天气冷，来一碗热乎乎的酸辣粉，吃一碗能出一头汗，可过瘾了。这生意啊，瞬间就起了。今日怎么收摊这么早？这不是书院都放假了吗？下午人也不多，干脆呀就早点回来了。也行，早点回来，晚上还能早点睡，不然天天还要早起。我还真怕你们这样会吃不消。这些银子你先拿着，估计还不够，等到过年的时候我再给。姑，宝林，那红薯粉条和辣椒用不了这么多啊，就按当初说好的价格。你们这几天呢也没用多少，我那里有账，3两也就够了。这不是还分利润的吗？姑姑，哎呀，行吧，我拿着，正好给你们再拿一些粉条。想来那些粉条也卖的差不多了，当粉条钱吧。利润呢不着急，哪有这么快就分的？等明年再说。哎，行，就当是买粉条的钱，利润你不急，我们就等等。沈昭啊，下次带着同窗去吃粉，就不要那么客气了。姑姑，又不是我一个人，那么多同窗的，该拿钱还得拿钱，不能惯他们毛病。有一次，沈昭和同窗一起出去书院买东西，正好看到姑姑在摆摊儿。姑姑要免费给他和同窗吃粉儿，他自然是没同意，都付了银子的。如今和他一起的同窗都帮着书店抄写《西游记》，一碗粉儿还是吃得起的。夫妻二人依旧去空间休息。这里可真神奇啊！外面的小麦才1点高，这里就快长穗子了。婉婉，你是不是快生日了？我记得你是腊月12生日。是腊月12，爷奶捡到我的，具体我的生日我也不知道。那咱还按腊月12过。我生日记这么轻啊？怎么还有惊喜吗？沈渊直接环抱着他，从他腰深处往上一提。苏婉婉双腿腾空，立马环上他的腰。惊喜肯定有，到时候再说。翌日一大早，又是一个大晴天，积雪几乎全部都融化了。从这天起，亲戚朋友之间就要开始互相送年礼了。下午的时候，苏婉婉接待了2波客人，都是来送年礼的。先来的是镇上的赵家窑房。你这以后要成为我们妹夫了，还这么客气啊？嫂子，妹夫归妹夫，合作归合作，无论哪方面的关系，这年礼可少不了的。这你说的对，亲情和生意必须分得开，这关系才能长久。赵天石没有多待，还是兴冲冲地往老宅去了。他走后不久，郑家便来了。婉婉，你回吧，不用送。这妇人是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张翠花目送着那马车滚滚而去，好半天才回神儿。大伯娘，刚刚那是谁呀？那是县城的郑员外和他夫人。作坊的黄豆是从他那里买来的，今天过来送年礼，这会儿应该是去李家村了。那妇人可叫李双儿，我认识她，她和沈渊相看过，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哼，说起来那一日我也是快被沈渊气死了，不过现在看那李双儿过得似乎不错啊。我知道，沈渊和我说了，他现在是过得不错，还生了个儿子。郑员外啊，对他很好。二人说了会儿话，那边忽然传来了一阵喧闹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快去看看吧，有孩子掉进冰窟窿里去了。张翠花和苏婉婉一听，二人是二话都不说，赶紧往村里那池塘一边跑去。哎呀，是二妮儿，是二妮儿啊！已经有其他的妇人在那里等着接应了。河里的人也看不清是什么人，只看到应该还是个女人。岸边的几个妇人合力把二妮儿给拉了上来，刚要去拉河里的人，却发现那人身子往下一沉，就要不见踪影了。二妮儿，二妮儿，醒醒，快醒醒啊！几个男人也赶了过来，听到是个妇人在河里，竟是犹豫了。这可事关女人的清白还有名节。娘，是翠娥姨。苏婉婉这边已经决定自己跳下去救人了。这时扑腾一声，已经有个身影跳了下去。哎，你别吓呀，我们在岸上帮忙。
池塘里，男人已经环上了女人的腰身，正使劲地往外拖着。王翠娥衣服湿透，已经快没喘的气儿了。老二，你没事吧？快把他们送到作坊的炕房里！快，他们快冻僵了。作坊的炕房很热，人抬过去的时候已经快要冻成冰棍了。等进了炕房，就像是融化了一般。不多一会儿，3个人冻得发抖的僵硬身体总算是恢复了，人也完全清醒了过来。谢谢你们。翠娥呀，今日真是多谢你了，不然我家二妮真是……哎呀，回头让她去给你磕个头。婶，没事的，我就是正好碰到，想到我家孬蛋儿当初若是有人救他就好了。王翠娥起身，她看了一眼那沈恒，多谢。是我该谢谢你，你也是为了救二妮。你没事了吧？没事了，没关系，那种情况谁见了都会救的。说完，他便转身离开了炕房。娘，大奶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看好二妮儿。不怪云逸，是我这个做姐姐的没有看好她。奶，不怪他们，是我自己跑那里要玩冰的。哥哥姐姐们都给我说了，现在冰雹危险，是我。你还知道是你自己的错啊？下次要听哥哥姐姐的话，危险的事情不能做了啊！人家救了二妮儿，改日我带你去他家里感谢一番。应该的，回头我和娘一起去。今日之事，若是有新人提起，怕是对那王翠娥名声有碍。沈恒虽然救人，可到底是报了人家。这事儿，大伯娘，你是想……那王翠娥也是个勤快的，而且人品也不错，可不能因为咱家的人坏了名声啊！这件事儿怕是明日就会风言风语了。她也是个苦命的女人，如今好不容易苦尽甘来了。不会的，我不会再让她承受这些。娘，我娶她，求娘给张罗，我要娶她。哟，是老二，咋忽然间开窍了呢？云逸啊，你带着他们先出去玩。老二这次做得不错，大男人就得有担当，抱都抱了，你不娶谁娶啊？我看那王翠娥也是好的，只是不知道她会不会同意。明日我们先去道谢，顺道打探一下口风。如果她不同意也无妨，咱们也算是有个态度了。以后啊，我让你大嫂多帮衬一下她，她一个女人过日子也挺可怜的。娘，我亲自和她说。说完，他也起了身，直接出门而去了。这一次，他想勇敢一些，不想再错过了。我没听错吧？婉婉，你二哥是不是说要他自己找王翠娥说这事儿啊？大伯娘，你没听错，二哥是这么说的，他出面，翠娥姐一定会同意的，你就等着摆宴席娶儿媳妇吧。哎呀，他们俩这该不会早就……哎呀，这啥时候的事儿啊？翠娥，我想和你说会儿话。如果是为了感谢的话，就不要多说了。我虽然救了二妮儿，可是你也救了我，就算扯平了。翠娥，我们成婚吧。我不想事情再重演一遍。你说是因为今日落水之事，大可不必。别人说什么对我没有任何影响，我不会在意的。不是，你知道的，不是因为今日落水之事。翠娥，如果没有贺二柱的事情，我们早该在一起了。我是真的想娶你。当年你在山中救了我，把我背下山，还给我上药。你不要任何报酬，我报答无门，看你孤苦一人，就想着能帮你一下就帮你一下，偷偷砍柴放你家门口。如今我们男未婚女未嫁，就不能再续前缘吗？沈恒，
我现在是一个人，可是你还有父母和女儿，他们会同意吗？你答应了？只要你父母女儿都同意，我答应。他们一定会同意的。你等我，我这就回去问。张翠花听老二说要娶王翠娥，那边都已经谈妥了，这高兴的。既然老二也要娶妻了，我还有一个想法，你们都听听啊。娘，你还有啥好想法？我们听着呢。你二哥呢，这都要成婚了，你这小子也老大不小了，还准备让娘管你多少年呢？赶紧的娶个媳妇儿，也让你媳妇儿管着你，让老娘省省心。我这皮猴你也不是不知道，还要娘管着我才行，可别去霍霍人家姑娘了。成，你成婚前娘还管着你。心里忽然有些发虚，怎么回事？娘这是要说啥事儿啊？娘，你快点说吧，别卖关子了，弄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。明日我就找人去和王翠娥提亲，找个最近的日子，最好年前呢就把喜事给办了。都听娘的。哎呀，这老二成了婚，我就决定让你们兄弟三人分家单过了，而且事情宜早不宜迟，年后咱们就分。娘，你怎么忽然想起分家了？我觉得咱们现在这样挺好的，都说父母在不分家，这传出去算什么话呀？娘，不分，我们都会好好孝敬爹娘。翠娥和孙叶子不一样，她是好的，不会闹事。对啊，娘，翠娥那人不错，我们妯娌一定会好好相处的，不给爹娘添堵。你们能这样想，我跟你爹也知足了。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，那王翠娥也不错，正因为如此才更得分家呢。一大家子人，上上下下10几口子，那你们以后还会有孩子，指不定就是几10口人，相处再好啊，难免也有个磕磕绊绊的，表面或许还没什么，那背地里总会有人受委屈，长久以往啊，没点矛盾那才不正常呢。我和你娘已经决定了，现在咱家也不缺银子，给你们分了银子，开春你们自己去买地盖房子，都分出去。我和你娘就先守着老宅。老三啊，虽然你还没成婚，也可以先去盖房，将来娶媳妇直接娶你那房子里，什么都不耽误。那不行，爹娘你们怎么能单独住啊？这说出去还以为我们兄弟不孝顺，太不能了。孝不孝顺是他们说出来的吗？还不是你们怎么做的？我们自己过日子，自己舒心就行了，管其他人咋说呢？难道我和你爹自己住，你们就不管我们了吗？我们生病，你们就不伺候了呀？我们现在还健朗，自己能照顾自己，你们每月呀给点孝敬粮就行了，不用管其他人怎么说。你娘说的对，我们现在还不用你们照顾，更何况我和你娘辛苦了一辈子，把你们分出去，我们不知道多轻省呢。这件事啊，就这么定了。感情爹娘是嫌我们烦了，这要过2人世界啊。对，嫂子说的，这就是2人世界。嘿，混小子，还敢编排你老子了？你也赶紧盖房子，成不成婚给我搬出去过。我不，等我成婚了再搬，我就要在家和爹娘住。也没说让你这么快搬出去啊，就是让你先盖房子，等成婚了再搬走。还是娘疼我。那等爹娘老了自己做不动的时候，就跟我们住。等到那个时候，人老了，到哪儿都是惹人嫌。我和你爹也想过了，到时候啊不会去你们家的，能动的时候你们轮着送2碗饭过来，不能动的时候啊，你们就来这边照顾我们，1家1个月，轮流着来，这样啊谁都不耽误。娘，这会不会不妥啊？没什么不妥的，日子是自己过的，更何况你们都是老娘养大的儿子，没的道理只让老大1家养啊。以后养老也是轮流着来，就这么定了。
就按你娘说的办，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你们也别有什么心理负担。以后每家每月出粮出钱，这可是实打实的。有孝心的做什么好吃的给我们端一碗，我们也知足。卤肉生意啊就给老大，磨坊那边呢给老二，老三现在在作坊赚的也不少，先不分。等明年粉条生意能做了就给老三，以后啊过好过赖的都是你们自己的，生意是好是坏呢也都由你们自己负责。银钱方面吧，家里的钱先给你们各自盖一座宅子，其余的给晴儿留一份嫁妆，算算基本上也不剩啥了。有结余呢就我和你爹拿着，你们谁那边若是忙不过来了，我和你爹就去谁那边帮忙。但是分了家呀，我和你爹是要拿工钱的啊，等以后干不动了，你们三兄弟每人每月都得按村里标准，每家送一些粮食，再给几个铜板就行了。娘，我不要粉条生意，我跟着渊哥做。听老娘的，给你你就接着，你不想做就先让爹娘帮着你做。你现在是没媳妇儿，万一以后你媳妇儿想要呢，省得以后你媳妇儿说老娘不公平。翌日，张翠花就带着媒婆亲自上门提亲，整个大有树村的人也并没有惊讶。在发生了昨天的事儿之后，大家就觉得二人怕是能成。沈恒要娶王翠娥的消息立马传遍了整个村，但是村里人都是祝福的态度。婉婉，在你的空间里，我看到电视里面你们那里的男人要娶女人的话要送这种戒指，我们这里没有这种玩意儿，都是很粗的那种扳指，还是玉做的。虽然你到了我们这里，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要有。这颗宝石是从一个客商那里得来的，我特意到县城找了最好的工匠，照着电视里的样式做了这个，肯定比不上你们那里的珍贵，但是这都是我跟着那老师傅一起打磨的，也是我画出来的，是我的一片心意。婉婉，你能接受它吗？好看，谢谢你，沈渊，我很喜欢。婉婉，以后每个生辰我都陪你过。好，我可当真了，不许耍赖。这边一片温馨，可王岗村庄子上气氛却是沉闷不已。婶娘，念经也可以去屋里念，心中有佛，哪里都一样的。这地下凉，您的腿会受不了的。今日是你小妹忌日，只怪我们母女缘浅，希望她已经投胎转生到一个好人家，一生顺遂。婶娘，以前在府内也就罢了，佛堂有火炉暖和，这里太冷了。小妹她泉下有知，能感受到婶娘的心意的。其他日子也就罢了，今天是腊月12。走吧，婶娘，赶紧回去暖暖。我早就让人把您屋里弄上了炉子了。三哥，您怎么来了？哎，这孩子，你这么急干什么呀？冷吗？快进屋。今天月儿他们一家没来吗？小妹，哦，婉婉妹妹在不在啊？今天下这么大雪，他们怕是不会来了。不会来了。娘，儿子做错了一件事，大错特错的一件事。儿啊，你快起来，这雪地里凉，犯什么错也不能这么大动干戈啊！是不是差事没办好啊？是啊，三哥，你快起来。娘，小妹还活着，她当年根本没有死，我和爹都是眼瞎的，竟然把她给埋了。娘，我对不起小妹，对不起你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是回京了吗？娘，这是小妹的玉佩，她没死，我也没回京城，我去甘州了。儿子不孝，没经过你的同意，私自开棺了。三哥去把小妹的棺材给开了，这不是？难道三哥说的都是真的？
小妹还活着。所以呢，你小妹不在里面。婶娘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小妹还活着，这是好事，是好事啊。对，雪儿说的对，她还活着，活着。她在哪儿？行舟，你有没有把她带回来啊？她就是苏婉婉，这玉佩是她给我的，所以我才去了甘州。婉婉，是婉婉。是的，她是孤儿，年龄也对得上，还有这玉佩，和小月儿的一样。她害怕是家里盗墓得来的，就来问我，想要归还。对啊，我记得以前婉婉也问过我，小月儿那玉佩会不会有2枚？不过我知道大姐有1枚，并不知道小妹也有，后来她就没说什么了。娘身体不好，小妹也是怕娘会太激动，更怕这玉佩来路不明，所以才没敢告诉娘，就让我先去查了。如今棺材里面的确没有尸体，盗墓肯定不会把尸体偷走，小妹当时肯定还活着，一定是被人救走了。我就知道，那孩子像极了星儿。你说的对，一定是的，一定是这样的，他被救走了。你和你爹也真是眼瞎，你妹妹当初生了那么大的病，就算被救走，一定也受了很大的苦啊。婶娘，太好了，婉婉竟然真的是小妹，是亲小妹。我就觉得我和婉婉有缘，第一眼见她，我就觉得她和我们叶家人长得像。走，我们去大柳树村。娘，我有点无言面对小妹，你说她会不会怪我？而且仅凭这玉佩，怕是叶家那边。怕什么？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认，苏婉婉就是我的星儿，不管是不是，你回来之前我也认了她为干女儿了，还写信告诉了你们大伯，她就是我们叶家人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证明，她一定是。已经正午了，沈渊带着黄婶子在家里又弄出了一桌子菜来。你们今天是准备在家陪我一天呢？婉婉，自从作坊开起来之后，我这一天天忙的呀，都没怎么陪你。今日你生日，我和孩子们早就说好了，正好今日也下大雪，我们就好好的陪你一天。这些日子你辛苦了，也谢谢你能够来到这个家，谢谢你成为我媳妇儿，以后你每个生辰我都会陪你过。我不辛苦，我去喊孩子们一起回来吃饭。娘亲，娘亲，快出来看！月儿，你慢一点，小心地滑，可别让你娘滑倒了。娘亲，快看，雪人，我们堆的雪人。娘亲来啦！快看，这是我们堆的，我们一家5口人，这个是娘亲，漂亮吧？6口，是6口，6个。这个是我，总共6口人。娘亲，雪是我们堆起来的，上面是爹亲手弄的，好看不？爹好厉害，你看，还有我和二叔哥哥，每个都很像。婉婉，是不是还要许愿吹蜡烛啊？我们这里没蛋糕，只能这样了，先许愿。于冉他们此时已经到了大门口。妹妹，妹夫，你们在家吗？是舅舅来了。外婆，你也来啦。舅舅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小云逸，舅舅可想你们了。姐姐，哥哥，哎，八舅怎么也在这里啊？
月儿，来，爷爷也想你了。婉婉，不，星儿，我的星儿，干娘。小妹，对不起。外面冷啊，咱们去屋内说。对，咱们进去再说吧。外婆、舅舅，咱们进屋去。好。一行人到了屋内，看到桌上那一桌子好菜，也是惊讶了一下。婉婉，你今天弄这么多好吃的，这是有啥喜事吗？爷爷，今天是我娘亲的生日，这些都是我爹爹准备的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咱们一起吃吧。生日？这是，不是说不知道是何时出生的吗？腊月12是我爷奶捡到我的日子，我不知道出生日期，就每年这个时间过生日。腊月12是我的星儿离我而去的日子。外婆不哭。沈昭，你带着他们先出去玩一会儿。沈昭自然懂事儿，早就想着带他们出去了。小妹，我去开了关，里面空空的，什么也没有。你大约就是小妹了，也不知是哪位高人把你给救了，我真是要谢谢他。那还能是谁？肯定是婉婉的爷爷呗，是他捡到小妹的。也是，一定是老先生救的，只是可惜还未能报答人家。没事的，我爷奶在天有灵，也会很高兴我能找到家人的。对，是该高兴。婉婉，我还想问问，你胸口是不是有一枚小小的红色印记？是凸出来的，就在胸口正中间。沈渊和苏婉婉眼神同时亮了一下，这台阶他们知道呀。看到他们这表情这眼神，云染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真的有吗？真的有？有。星儿，我的星儿，您不看看的吗？不再确认一下？不用，不用，我信你，你就是星儿，你就是我的星儿。对，我们都相信你。不过沈娘，咱们还是看看，你这心才会真正踏实，不是？三个女人去了里屋，不多一会儿，又传来了云染的哭声。这小子真有他的，竟然娶了自己2个妹妹，忽然看不顺眼了怎么办？哎，还是免不了这么一遭。那个大舅哥，你这一路风尘仆仆，饿了吧？要不您先吃点儿。雪儿说的没错，这是高兴的事儿，我不能哭了。星儿，娘对不起你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娘，我不哭，我爷奶对我挺好的，没让我吃苦。倒是娘，这些年是真苦了。沈娘，这么高兴的事情值得庆祝，我这都饿了，咱们出去吃饭吧。婉婉，现在咱俩成亲姐妹了，真好。刚到外头，就看到2个大男人，气氛有点不对。沈渊一脸小心翼翼地坐在一旁，他那亲哥黑着脸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岳母大人，你们出来了，快坐快坐，挺晚的了，赶紧吃饭。我去喊月儿他们。星舟啊，确认了，婉婉就是咱们家星儿。这天大的好消息，得赶紧写信告诉你大伯去。我回头就写，正好要过年了，也让大伯他们高兴高兴。小妹，沈渊他对你真的好吧？
哥，他很好，对我真的好，你自己也看到了，这些菜都是他为我做的，我在这个家里一点委屈都没有。你这孩子，找到妹妹了不高兴，在这黑脸给谁看呢？娘，我一想到沈渊前后娶了我2个妹妹，我这心里就不得劲儿。三哥，你想那么多干什么？婉婉还没什么不乐意呢。这件事情换另一个角度想，也是缘分。雪儿说的对，这是缘分。先前不知道婉儿是星儿，竟然还能成为一家人，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呀？星儿，只要你觉得好，那沈渊对你不错，我们都没什么好说的。日子是你自己的，但是若真的觉得不好啊，或者将来那沈渊负了你，你也不要害怕。现在你也是有娘家的人了，我们都在你身后，断然不会让人欺负了你。是我多虑了，小妹，不管怎样，现在你有了我们会永远支持你的。好，谢谢娘，谢谢大哥。沈渊带着孩子们过来的时候，就发现大舅哥的脸色好了，瞬间对媳妇儿投去了一个感激的笑容。沈渊做的饭够多，一家人开心的吃了一顿饭，这件事儿自然也没有瞒着几个孩子。娘亲，我不想娘亲当姨姨，娘亲就是我娘亲。你喊娘亲也没毛病，就是你娘亲。所以娘亲既是我们的娘亲，又是我们的亲姨姨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也喊娘亲，反正娘亲不管是谁都是我们的娘亲。老大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去宫里一趟，你和你媳妇儿啊，给我准备马车和礼品，多备些礼。爹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进宫干什么？准备什么东西？你要做什么呢？公爹这急匆匆的，莫不是有什么大事发生？爹，你是不是收到二婶的信了？二婶那边该不会出事了吧？呸！你这乌鸦嘴，出什么事儿啊？是好事。爹，二婶来信了，信上怎么说？他们过年回来吗？我们能不能见到小外甥女他们？爹，若是二婶他们带孩子回来，我可得赶紧去公主府和三弟妹说一声，让他们好好收拾一下。为什么会啊？他们不回来过年了，而且你二婶认了干女儿，说是要留在那里陪女儿和孩子。二婶不回来过年了，那怎么能行？对啊，那怎么能行呢？这么多年了，咱们一家人就没分开过。那三弟也不回来了？他还回来个屁！他娘都不回来了，他回来干什么呀？总不能让他娘一个人丢那里呀。那雪儿妹子也不回来了？他也不回了，他是他二婶带大的，跟他二婶感情最深，这次又是他找到的小月儿，怎么着也得陪着他二婶。爹，那你进宫干什么？我找陛下请休去。爹要休假？爹这要干什么呀？这是也要去北昌府吗？走，咱们回去收拾东西去，和咱爹一起去。咱们也收拾收拾。咱能走吗？大哥，你不能去，咱们都走了，咱们镇国公府咋办啊？你可是未来的国公爷，更何况接近年关，你很忙吧？去和三弟妹说一声，他若是去，就和你们一起，路上照顾好爹。到了那边安顿下来，记得写信回来。我先去三弟妹那里一趟，夫君回去收拾东西，把咱那里好东西都拿一些，给小月儿送去。嘿嘿，我知道，大哥这是羡慕我，你赶紧去，我回去收拾东西。叶大伯，你的请休朕准了，待朕向姑姑问好，朕会准备礼物，明日一早送到府上，待朕送给婉妹妹和小月儿他们。陛下，臣不在朝中，陛下还需多加注意。司马大人如今年迈，身体也是一日不如一日，就怕有朝一日他管控不住霍家人，务必要密切注意霍家的情况。朕知道，可是当初霍大司马迎接朕登基为帝，是朕的恩人，若不然这天下早已经不是允家的天下，而成了霍家的。臣知道，臣说多了也无用。叶大伯，
朕心里有数。朕也知道，一个帝王最忌讳的就是太过仁慈。可是朕也知道，太过薄凉、冷血无情也并不是朕所愿。尤其是以霍家的功劳和威望，朕若是无故动手，怕也会失了民心。朕不是蠢笨，朕也在等。你放心吧，朕会派人保护霍老爷子的。陛下说的极是，确实需要等待时机。陛下，臣告退。小莲子，走，咱们去库房找些东西，明日送往国公府。大柳树村，苏婉婉可不知道又有亲人要来相见了。这几日她一直都待在家里，就这么忙活着，迎来了沈恒娶亲的日子。婉婉，你这手艺，我只恨自己不能再做一次新娘子，不然也得让你给我画一回。嫂子，这妆容又不是非得新娘子才能画，你想画，等啥时候你来找我，我也给你画一个，迷死大柱哥。迷死他干嘛？晚上折腾人吗？画了我自己看。这虎狼之词，村里的大嫂们还真是荤素不忌，啥话都说。沈恒娶亲，镇上的二伯这次也回来了。沈华还没回来，沈松明是带着妻女回来的。娘，这堂哥他们家现在可真是发达了啊！这么厕所洗浴间的都用上了，这可不便宜呢。你不知道，这赵家此方如今和咱们沈家也是亲家呢。亲家？娘，你说的是谁啊？是赵家那个少东家赵天石吗？他说给谁了？咱们老沈家谁和他结亲了？还不是沈晴嘛。你妹妹已经和他定亲了，听说年后就要成亲呐。大伯家怎么会认识赵家啊？一定是三堂哥从中牵线做媒呗。白叔叔、二姨姨、舅舅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姐姐，你来了。哥哥，舅舅，我不是姐姐，叫我雪儿啊。你是我舅舅呢。乖，给你糖吃。叶静雪看了一眼三哥，三哥和八舅相处时间长，到底还是有办法。什么时候带着糖果他都不知道。平义，你娘呢？我娘带着小月儿去二婶娘那里了。哦，是今天的新娘子那里。白叔叔，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啊？这也太多了，我帮你。沈兰看到白少，眸中散发出炙热的光芒来。白少东家，您来找我三堂哥吗？可真是太巧了。来就来了，白东家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啊？真是太客气了。这东西是给渊哥的年礼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我这不是……哎呀，兰儿不会说话，白公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公子快请进。你们是谁啊？这里明明是我家，怎么像你们家一样啊？小云逸啊，你竟然不认识他们？上次我和你爹娘在火锅城倒是见过一回，这可是你的……对，应该是二奶奶和姑姑吧？呀，原来是二奶奶和姑姑啊！我是真没见过。可是即便是二奶和姑姑，这也是我家啊。你这孩子，我们自然知道这是你家的，不然也不会到这里来啊。我爹和你爹在屋内呢，我们是亲戚，替你们迎接一下客人也没啥吧？哎呀，不用迎接了，这里啊，本公子怕是比你们更熟。叶二小姐，叶三公子，咱们进去吧。我瞧着呀，你们也比他们在这里熟。被忽略的母女二人咬牙切齿。渊哥，火锅城那边太忙，我今日才得空，立马就过来了。听说今日是二堂哥成亲的日子，也是赶巧了，厚着脸皮蹭一顿。你这是把铺子都搬来了？哪有，就是去大哥那里多搬了些，我让人给搬屋里去。三哥、二姐，你们也来了，先进屋坐。刚才沈渊喊他们什么来着？是不是嫂子那边的亲戚啊？哎呦，真有可能，那不得了啊！那两位看起来比白公子还贵气，不是说你嫂子是难民吗？从哪里来的这么贵气的亲戚啊？渊啊，
你这边有客人，二伯也不打扰了，我们先去你大伯家。成，二伯，一会儿我们再过去，你们先去。沈松明看了看还在院中的妻女，直接带着他们就往外走。老头子啊，刚刚除了那白公子，另外那一男一女是谁啊？和沈渊他们是什么关系啊？我怎么听到沈渊喊他们三哥二姐的？那是沈渊前妻家里的人，小月儿的亲姨亲舅舅吧？对呀，刚才那云逸好像是喊他们二姨舅舅来着。看来爹说的是对的，三哥的前妻出身竟然这么好啊！那我看他前妻这家人和现任妻子关系处的也挺好的，这没一点芥蒂似的。上次我们还见过苏婉婉和那小姐俩人啊，跟亲姐妹似的，一起在火锅城吃饭呢。沈渊媳妇厚道，对孩子也好，看在孩子的面子上，前妻娘家人也不会说什么。你们一会儿去大哥家可别乱说话啊，记着好好和大哥大嫂道歉，不然以后就永远别回村了。你们什么时候去火锅城见到沈渊他们了？那个就腊月初进城那次，经过那里遇见的。老头子你放心吧，我一会儿一定好好说话，见到大哥大嫂，他们就是骂我打我，我都不吭声。看到冯春云来了，张翠花也是一愣，可是没想到他会来呀。哟，你这高贵的脚还舍得回来踩我家这脏地呢？大嫂，瞧您说的，咱家可是风水宝地，是我这脚不配。哼，你这娘们几年不见，脸皮子倒是越来越厚了。大嫂啊，您别生我气，我这次是真心实意来道歉的。我以前不是个东西，分不清好赖人。我家松明最近啊也没少教训我，你就看在松明和沈华的面子上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哼，我脸皮可没你那脸皮厚。既然来了，谁还能赶你出去啊？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听说作坊腊月23要发福利呢。发什么福利？不是23放假吗？还发福利？福利是什么玩意儿？是啊，听说有很多奖金呢。这一个月咱们加班，本来工钱就高，再加上奖金，这要过个肥年了。我觉得作坊的人根本不用买肉了，听说那福利里面就有肉，好几斤呢。你说真的？还有肉啊？我家老大在里面做工，那我是不是不用买肉了？那可不是嘛，不用买了。当然钱多的话买点也行，多吃点。沈兰听了一耳朵，她只知道作坊工钱高，可没想到整个大柳树村今年都发家了呀。兰儿姐，你到院里找个位置坐下吧，咱这凉菜都上齐了，一会儿新娘子来了拜过堂就可以开席了。哎，晴儿，你是不是也在作坊做工啊？那你每个月能有多少工钱？我可是听说工钱很高，还有福利呢，要发很多东西的。沈晴啊，凳子不够了，赶紧再去隔壁借几个过来。好嘞，娘，我这就去。大伯娘，我听说晴儿妹妹也定了亲，年后就要成婚了，还是赵家作坊的少东家。哎呀，晴儿妹妹可真有福气，真是恭喜了啊！你们家眼看着就要好起来了，多亏了三哥三嫂呢。哎呦，瞧我这大侄女说的可真美啊！那我们家沈晴确实是有福气，但这福气吧，也不是人人都有。你三哥三嫂啊，他们心善，因为他们，咱们这大柳树村啊，整个村都过上好日子了，可不就得好好感谢吗？说到你三哥三嫂的好啊，那可真是没得说。哎，听说你们家那炼油房也是你三嫂给的图纸改造的，那出油率提高了不少呢，又给你们拉了那么多客户。哼，小瘪孙儿，还敢在你大伯娘面前耍心眼儿，真是个白眼狼。大伯娘说的对。这个时候外面一阵喧闹，原来是新郎把新娘子给带回来了。苏婉婉带着小月儿也一起来了，一眼就看到了白少和二姐三哥。二姐在对他摆手，他领着小月儿直接坐了过去。沈兰见状，看到他们那桌还有2个空位置，马上就要坐过去。这2个位置是给别人留的，麻烦你长点眼。这女人是谁啊？怎么感觉白叔叔好讨厌她的样子？这时候
沈昭也和孟谦一起过来了，看到这边，毫不客气地带着孟先生过来坐。史莱妹妹，阿伯娘那边给你留的有位置呢。兰儿，来这边坐，快来。你这怎么了？大喜的日子黑着脸。没什么，回头再说。等到宴席结束，天也快黑了。你要出去？现在时间还早，大嫂他们都在忙活，我也不能啥都不干。左右留下的都是自家人，哪有那么多规矩啊？屋里闷吧，你出来坐这里透透气，也别进去帮忙了。没关系，娘，我今天坐了半天了，也出来活动一下。咱们快点弄完，也早点休息。大红今天也来吃席了，沈素看见他，想要过去跟他说话，可是大红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就更甭提是搭理他了。大红，我看前几日说的那李家屯的后生就不错，你就不要挑了，再挑下去，年龄大了，啥样的都找不到。娘，我也不管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觉得好就好，是谁都无所谓。大红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谁无所谓，婚姻大事岂是儿戏？关你屁事！怎么不关我的事了？是说让我娶你的？你又不娶，不是把我当兄弟吗？兄弟，你清醒点儿。娘，走，咱们回家。兄弟明明是个小辣椒。看人家已经回去了，沈素失魂落魄的回家。你说说，人家这已经松口了，你还别扭个什么劲儿啊？我和你说啊，那小子现在可抢手着呢。你还是不是我娘？弄得我跟嫁不出去，非他不可了似的。你当然是我的亲闺女了，你说的对，那沈素不知好歹，就该晾晾她。娘，你就是不走心，你就是看中了沈素了，哼！行吧，我不走心。哎，沈素那边却是着急了，一回家呀就失魂落魄的往自己屋里走，就连张翠花喊他都没听到。你小子干活呢见不到人，活干完了跑回来了，这是跑哪儿躲懒去了？咋的，还不说话了啊？娘，我好像喜欢上我兄弟。啥玩意儿？你喜欢谁？哪个兄弟？哎呦我的老天爷呀！你该不会是那个啥，那个袖子断了那个吧？你个鳖孙玩意儿，你整啥不好啊？你喜欢男人？老娘告诉你啊，老娘不许！娘，咋回事？三弟怎么了？你个小鳖孙，让你惹你娘生气，你干了啥缺德事儿？老三犯天条了。娘，我咋了？我难道喜欢一个人都不行了吗？你不是天天催我先看，我现在有喜欢的人了，你们又来打我。三弟啊，你有喜欢的人了？臭小子，你这偷偷摸摸的喜欢上谁了呀？你个鳖孙，我不管啊，我不准你喜欢男人，你若是执迷不悟，就别认我这个娘。你们高兴什么高兴啊？你知道他喜欢谁吗？他喜欢男人，他是那种断了袖子的人。是啥？娘，你说三弟他断袖？儿啊，你们三弟真是个混账东西。他说喜欢上一个兄弟，那不是断袖是什么呀？我们老沈家要成全村人的笑话了。娘是怎么觉得我是断袖的？哎，娘，您误会了，不是断袖，你别多想。我喜欢的兄弟不是女人，不对，不是男人，是女人，女人呢？哎呦，天爷呀，你咋听的呀？你说什么？你喜欢的不是男人，你不是断袖啊？娘，我是不是一直让你给我找个漂亮媳妇来着？咋可能喜欢男的？你喜欢女人干嘛要说喜欢兄弟啊？说，你喜欢的到底谁呀？说不出来，看老娘不打断你的腿！看，我就说你这兔崽子是安慰我呢吧？说不出来了吧？肯定没这女人，是个男人对不对？男人你也要说呀，看我不去打死他丫的，让他勾引我儿。老三，你快老实交代吧，你看你把娘气的，真是男的我们也一起想办法。是大红，娘，我这不是怕你笑话我吗？
我和大红从小玩到大，他那性子跟假小子一样，我可不就把他当兄弟吗？鳖孙，吓死老娘了！这一场乌龙过后，张翠花便心花怒放了起来。苏婉婉是第2天才得知这场乌龙的，因为这一日大伯娘来给她送棉衣来了。婉婉，我知道你们都忙，怕是也没做棉衣呢。这些布料啊，都是月儿她外婆那天送来的，都是好料子。我瞅着这么多，家里也用不完，就给你们一人也做了一件。我这大老粗啊，做的肯定没有现成卖的成衣好，你也别嫌弃。不过都用的好棉花，穿着可暖和了。大伯娘，你这谦虚的做得很好，我很喜欢。大伯娘，我娘送您的料子是让你们做衣服用的，您都给我们用了，你们怎么办？嗨，你干娘送了那么多过来，你们这儿也用不完，我还给那边孩子们也都做了呢。你别操心，今年呢有余钱，都有新衣的，动不着。那怎么行？只给孩子们做也不行的。今年既然日子好了，那就都做好的。大伯娘，你等等。苏婉婉说完，直接跑去屋里，从空间拿了2匹布出来。大伯娘，这些你拿回去，给哥嫂还有大伯你们都做一些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给你们做衣服是我的心意，咋还能再要你的布料呢？我拿回去的话，这成啥了？大伯娘，你说这话就生分了，就许你给我们做衣服，不能我给你布料了。更何况你还贴了那么多的棉花呢。你拿回去，我这里布料多的是，本来就是我疏忽了，应该早些给你们拿一些的。左右我也不会做衣服，这布料放这儿啊，时间久了万一受潮变糙了就不好了。这俩颜色也正好适合，大伯娘就不要和我们客气了。这大过年的，本来就要给你送年礼的，这就当是我和沈渊孝敬你的年礼。哎呀，你说说这孩子，那我来这一趟倒是又得了好东西了。大伯娘，你可不能这样想，这到过年了，我们这边收了不少年礼，这布料也是很多，不够用只管再来拿，咱们可是一家人，应该的。嘿，那大伯娘也不跟你客气了啊，这就拿走了啊。正好家里还剩有棉花呢，我给你们大伯也做一件，这颜色还真挺合适的，颜色重还耐脏呢。大伯娘，你也别不舍得，这红色也衬你，给你自己也做一件，过年咱们都穿新衣。大伯娘，棉花那么贵，咱们这里为什么不自己种一些呢？嗨，若是能种，谁不想种啊？一是种子不好找，这里没人种，大家也不会种；二来百姓们日子这么苦，吃都吃不饱呢，肯定是先紧着粮食种了。以前是吃不饱，现在能吃饱有余粮。大伯娘，说是你有棉花种子，你会种一些试试吗？那肯定愿意呀，哪怕就是浪费1亩地，也影响不了咱们现在的生活呀。可若是种出来了，冬天就不愁没有棉花用了，还能卖一些出去呢。那成，明年春天咱们可以先试着种一些看看，我这里有从北方过来的客商那里得来的种子。呀，那感情好，明年咱们就试着种种。这边温馨和谐，镇上二伯家沈兰发了好一通脾气，见识了大柳树村如今的好，再听到作坊工钱高福利好，沈兰就让自家老爹去找三哥说一声，他也想去作坊做工。你还是赶紧给他说个亲，嫁出去算了。娘，我不想胡乱嫁人，你给我挑个好的。你放心吧，娘一定会好好挑挑。咱兰儿这么漂亮，一定能找个好的，最起码吃穿不愁。娘，其实有一个人特别合适，你还记得那白公子吗？他还没娶亲呢，又跟三哥他们关系那么好，家底儿也丰厚。若是我能嫁给他，咱家有这么好的一个亲家，那可就风光了。你是说火锅城那个白少东家？四丫头，你咋那么敢想啊？白家是什么背景你知道吗？你以为他会看上你？我看你是夜里没睡醒做白日梦呢。白家再有背景也是生意人呢，咱家也是生意人，他们家酒楼的油很多都是在咱们家买的啊。做生意的不是也讲究联姻的吗？我觉得我们挺配的。
你知道什么呀？那白家的生意可不止酒楼，咱们整个北部，人家白家可是第一富商，名下的生意不计其数。更重要的是，你知道知府家夫人是谁不？那是白少的亲姑。啊？娘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我若是嫁了白家，对咱家还有三哥家都好啊。姻亲之家，将来做生意不是也能互相帮衬吗？那白少明显对你无意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那白家也不是谁都能进的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娘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我是你闺女，你怎么能长他人志气呢？我哪里不好了？凭什么那白家就看不上我了？我还是三哥的妹妹呢，那白公子不也送礼给三哥？是你说的，白家也巴着三哥呢。照你说的，那么厉害的人也巴着三哥，只要三哥说一声，那白家敢不娶我吗？凭什么沈晴就能找到赵家，我就不能找个更好的？我不管，你得帮我，这件事找三哥肯定能行。你不怕死，你娘我还怕死呢。你想去就自己去找死，别拉着老娘。老娘好不容易和老家修复了关系，你敢给我搅黄了，我就跟你急。完了完了，娘是真变了，变得她不认识了。好了好了，你自己什么条件你自己又不是不知道，咱们配不上人家的，别自找没趣了。你放心，娘会好好给你找个门当户对的，你可别扯什么幺蛾子。若是惹恼了老宅那边，我真不管你了。腊月23，小年儿，沈院夫妻俩请全村看戏，还要请吃杀猪宴。小妹，你们忙完了，快来，马上开场了。忙完了，作坊停工，到初七才开工。这段时间我好好陪陪娘。那感情好啊，你们干脆跟我们去庄子上住几天吧。好，娘，你们可别嫌我烦。你这孩子，娘怎么会嫌你烦呢？我巴不得呢。孩子媳妇儿都跑丈母娘那里去了，总不能让我一个人在家吧？好戏准时开场。小月儿和沈云逸虽然听娘亲讲过这个故事，可是看演出来也是头一次，他们更是兴奋，同时也是一脸的骄傲。他们可是知道这个故事呢，后面的内容他们知道，可是他们不能说。这也太好看了，猴子演的可真像。可不是嘛，我活了这大半辈子都没看过这么好的戏呢。哎呀，绝了绝了！哎呀，怎么能这么好看？听说还有书呢，好想去买一本书，先睹为快啊！对呀对呀，反正咱们现在也都认字儿。听说这戏好多场呢，到现在也还没完。这个吴承恩是何许人也？能写出这戏，也是个大能之人呐。先生，这本书已经出了5册了，我那里正好有。先生喜欢，明日学生拿给先生看。哦，那感情好，明日拿来瞧瞧。这戏是真不错，在京城也没听到过这种戏啊，别开生面。是不错，这放在京城也会万人空巷的。婉婉，你还能把戏班子请来，你可真是能耐。可不是嘛，县城里多少员外爷花大价钱想让这戏班子过去，都请不来呢。苏婉婉没和他们说这《西游记》是沈昭抄录出来的，听他们这么夸赞，也是笑笑不说话。上午一共唱了3场，等到第3场的时候，整个空地都充满了炖肉的香味儿。大家都回去端碗，今日中午管饭。外乡的今日也管1碗杀猪菜，可以向村民借1个碗。咱们今日的杀猪菜啊，要感谢沈渊夫妻，他们可是贡献了2头猪呢。前阵子小梅送过去的粉条，我已经让人快马加鞭送去京城了，希望大伯他们收到，能不计较咱们今年在这里过年。你大伯他们还不知道，他就是雷声大雨点小，哪里会真的和你们生气啊？不过这件事儿咱们确实先斩后奏了，先前保证过年前赶回去的。
此时的众人并不知道，他们口中的雷声大雨点小的镇国公，正带着一家老小快马加鞭的往这边来呢。这一晚到底应该老沈家一起过年。你已经出嫁了，我虽然不舍，也得懂规矩啊。这些日子你已经陪了娘这么久了，也该回家了。女婿一个人在家那么多天了，大过年的，老沈家肯定也是要吃团圆饭的，得给女婿这个面子。于是他就带着孩子们回去了，打算初2再过来。大伯那边早就说了，这一晚要去那边吃团圆饭。圆啊，你们来了，快进来，外面冷。哎呀，来就来了，咋还带这么多菜呢？这里准备的啥都有。都是我娘那边让带回来的，一些糕点水果，还有一些肉，拿过来大家一起吃。哎呀，亲家可真是客气了。亲家独自在那庄子上也挺清冷的，还不如过来咱一起过算了。现在还早，不如让沈渊去接他们过来一起过年。大伯娘，您呐就别操心了，他们那边都准备好了，估计也不会来。啊，那成吧，等初2了，你就带着孩子们过去，多陪陪他们。今年这馅料肉多萝卜少，看着就好吃。那可不是嘛，今年日子好，怎么着也得吃得好点啊。我特意找的最肥的一块，今天晚上饺子保证好吃。苏婉婉刚要去帮忙，哎，这用不上你了啊，这么多人呢，你出去歇着，陪着他们嗑会儿瓜子儿，等着吃就行了。这热闹忽然被来到村里的一对母女给打断了。死丫头，快走，看什么看？娘，我疼。娘，我赵小小，她怎么回来啦？赵小小，您怎么回来了？我现在不叫赵小小了，我叫李笑笑，是我爹给我起的名字。笑笑，咱们走吧。柳春梅不想多待，拉着女儿逃也似的离开了。我的女儿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你怎么那么狠的心？你爹说断绝关系，你还真的要断？这大半年了，可没回来一次呀。今天大年30，你既然回来了，我也不会赶你走。但是有什么事儿也先给老子憋着，大过年哭不吉利，再哭就立刻滚。老头子，大过年的，你嚷什么嚷？女儿能回来已经很好了，这一定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啊！春梅啊，是不是李牛他欺负你了？我说过，你嫁给他就是他媳妇儿，就算打你骂你，也是你不好，该的。这些跟我们没关系，你也不是我们的女儿。但好歹血缘一场，我今日便收留你，总不能大过年的看你们母女流落街头。但是你那些破事儿，老子不想听。爹，没有，李牛没打我。娘，李牛他待我极好，没欺负我。既然如此，先吃饭。有啥事儿啊？吃完饭再说。此时的沈宅也放过鞭炮，吃上了年夜饭。老头子，这里你是长辈，你先说几句。你们也知道我不会说话啊。今天大年30，今年是咱们过得最肥的一年，但是相信以后会更好。同时啊，也得谢谢沈渊和沈渊媳妇，老沈家有今天，多亏了你们的帮衬。好话不多说啊，我们都记在心里。你们这些小辈也是，记着你们渊叔的恩情，以后长大了好好孝敬三叔和三婶儿。你们爷爷说的对，做人呐，要知道感恩，要分清好坏，不能违背良心。相信你们都是好孩子。还是那句话，一个家呀，心要往一处使，才会越过越好。还说爹不会说，我看你们二老可真会说。大伯大伯娘说得好，咱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这顿饭大家吃着都很满足，等吃完饭也还早呢，苏婉婉他们就没急着回去。外面空阔，一行人就跑到门外头去放。天花升空，
开放出灿烂的花朵，绚烂无比。这动静引来无数人走出门外观看。爹，我求求你了，爹！李牛他失踪了，他好些天没回家了，他不知是死是活。爹，我真不知道该咋办了。爹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吧，求求你了，爹！好家伙，先前赵小小他亲爹，你头一个相公死的时候，也没见你哭成这样啊。你快起来，先别哭，说说到底咋回事。女儿啊，你说说，就是失踪，你哭得跟人死了一样。我爹好几天都没回来了，他是不是出事儿了？我不想爹爹出事。腊月初20那天，我在家熬粥，李牛没出去卖炭，就想着去山上看看能不能逮一只兔子什么的。结果他这一去，到天黑都没回来。我在山脚下找了一圈，也找村里人去找了1天1夜都没找到人。后来全村出动，又找了3天，什么踪影都没找到。爹娘，你们说说，就算是被野兽吃了，也总该留下些衣物什么的，可是什么都没有。村里人说肯定是被野兽整个吞肚子里去了，也不帮着找了。后来我又求着他们找了2天，还是什么都没找到。报官了吗？报了，可是爹你也知道啊，每年村里上山的人死那么多，官府怎么可能一个个去找啊？来了几个人去山上找了1圈也没找到，就这么算了。可不是嘛，每年死在猛兽嘴里的那么多，丢个人官府是不会管的呀。唉，拉20到现在都10多天了，我看啊，8成还真是被猛兽吃了，或者掉到悬崖里了。不会的，李牛不会死的，他绝对不会抛弃我和笑笑的，留下我们可咋办呢？爹，他们都不帮我找，没人帮我了，求求爹，让咱柳家的叔伯哥哥们走一遭，帮我找一找吧啊！这大过年的，李家村离这里又远，你别急，等过了初5，我让他们去一趟。不行了，耽搁这些天，万一李牛遇到了危险，爹，不行的。如若不然，我也绝对不会回来。爹，我知道以前是我不懂事，可是现在我是真的愿意和李牛过日子，我不信他会死。我这几个月一直不敢回来找爹，一直没脸再回来，也知道爹和我断了关系，不敢再叨扰，可是如今女儿即便再没脸，也想求爹帮帮我。除了爹，我找不到任何人帮我了。如果李牛真的不在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春梅呀，可不能这么想啊，你还这么年轻，就算李牛不在，你还可以再嫁个好男人。不，除了李牛，我谁都不嫁，再找不到比他更好的男人了。那也该过了今晚再说，你先住下吧，明日我去问问。柳春梅想了想今天的日子，也就抹了一把眼泪，带着女儿去休息。翌日一早，柳大平还真去找了柳氏族人。初一一大早，有些人家还没有拜完年呢，就见柳家很多族人跟着柳春梅浩浩荡荡的离开了。最近失踪的人很多，大多都是李家村、赵家村那附近几个村的人。失踪的人很多，赵家村，二姐派去的那个叶磊找到了吗？我怀疑那边的山上藏着什么秘密，别担心，我会让人去查。过完年我准备亲自走一趟。如果失踪的人多的话，那就不正常了。夫人，来了，外面来了一个车队。啊，来了，婉婉来了，快走，咱们出去迎迎。雪儿，弟妹，我们来了！哎呀，快，渴死我们了！大哥，你怎么来了呀？
怎么弄成这样呢？爹，你这是多久没洗澡了？二婶、二妹、三弟，我们来了。行政，你说你和娘说不回去就不回去了，把我一个人丢公主府。思思，你也来了？咋的？我不能来啊？你想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啊？哎，不是，你来我可太高兴了。你们这一路上辛苦了，怎么也不差人先过来说一声呢？这家里啥也没准备，快去准备热水，收拾出几间客房来。哎呀，这也来不及说呀！收到邢州的信都腊月初几了，我再不抓紧点都赶不上过年了。我们紧赶慢赶的，可是赶上这大雪天，路上还是慢了。大年30都是在路上过的，可怜哟。二哥，你说你们就不能住客栈吗？这么着急干什么？还不是爹急着赶过来，还好今天才初2，也不算太晚。大哥还是这性子，做事风风火火的，累的小辈们也得跟着你赶路。哎，是他们愿意跟来的，非要跟来，我拦都拦不住。比起当年，这点苦算什么呀？行，你们赶紧去洗洗，换了衣服，一会儿婉婉他们就要来了。哎，说的也没错，来得正好。没过多久，苏婉婉一家就到了。娘，新年快乐！姥姥，新年快乐！云逸给您拜年。好，你们也新年快乐。祝婶婶新年快乐，身体康健。哎呀，这孩子穿这么薄，冷不冷啊？真好，快去坐暖盆那边去。姥姥，八舅姥爷不在这儿吗？哦，他去你们十舅姥爷那边啦。不出意外的话呀，他们今天应该也会来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去玩，顺便迎2个舅姥爷。你们俩先等等，家里来了人，一会儿啊，可得让你们认认，还有个小哥哥呢。啊，又来小伙伴了，在哪里呀？莫不是京城来人了？是你们大伯，还有二哥他们一家3口。啊，对了，邢州媳妇儿也来了，一路风尘仆仆的。你们来之前才到，那赶路赶的呀，都快没法见人了。知道你们要来，这不先去整顿了，才肯出来见你们呢。大伯和二哥他们来了，真是太好了，我还没见过呢。他们这也是急着想来见见你们。你大伯呀，就是个急性子。我就知道收到信后他会坐不住，没想到真来了。而这边大伯他们已经焕然一新了。洗过澡后，听说苏婉婉他们已经过来了，就迫不及待地跑了出来。因为来了这么多人，苏婉婉就亲自过问了一下中午饭菜的事儿，甚至还亲自炒了2个菜。哎，弟妹，你看怎么能让婉婉炒菜呢？她也是客人。嗨，这不是婉婉非要给你们做一些玉米红薯的吃食，也让你们尝尝。婉婉的厨艺呀，可好了，今日大家可有口福了呢。姥姥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亲人吗？你让我猜猜，这个一定就是大外公了。大老爷好，是大老爷。这是月儿，这是云逸，哇，好标致的2个孩子。哎，不愧是我们叶家的主啊！啊，哎，来，哎，外祖父给你们发红封。谢谢大老爷。真好，哎呀，孩子们真好啊！月儿、云逸，我们呢？我是你二舅舅，他是你二舅母，还有这个是南枝，你们的3表哥。这认亲也不是在外头认的。走，咱们回屋再说，一会儿婉婉就好了。大哥啊，你们来，我还有事要和你们说呢。一行人又往屋里去。叶静雪看到苏婉婉在炒菜，就过来帮忙，也不跟着。三舅母好漂亮，月儿给三舅母拜年。楠楠，来，让二奶奶看看。二奶奶，来这里啊，不用拘束，这里就是自己家。那2个也都是你弟弟妹妹，他们对这里熟，让他们带你们去玩。哥哥，走，我们带你去玩，那边有好多好玩的，都是我娘画出来的样子，
让人做出来的玩具可好玩了。3个小朋友出了门，云冉这才开始说正事儿。大哥，你们从京城来得早，想来还没有收到我另外一封信。是，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们收到的还是你认婉婉为干女儿的那封。那苏婉婉不是我的干女儿，是亲女儿，是你们的小妹叶星婉。哎，弟妹啊，我知道你是想星儿那孩子了。也罢，你想让她做星儿，那她就是咱家的星儿。大哥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不是说想让她做星儿，她就是星儿。星儿当年没有死，被人救走了，她有玉佩，身上的胎记也一样，她就是星儿。而且行舟也已经去了西北，星儿的墓里根本就没有尸体，星儿是被人救走了。小妹没死，所以说当年星儿根本没死。你和你爹怎么回事啊？人死没死都不知道，你们把你妹活埋了。大伯，我娘已经教训过我了，我错了。可当时我也是个孩子，要怪你也怪我爹。大伯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我愚钝。哎呀，都怪我，我当时也应该回去看看的。远州说的对啊，他当时才多大呀？二弟也真是的，那么大人了，怎么连人还有没有气都分不清楚啊？我也该回去看看再说。哎呀，大哥，这不怪你，怪也怪我们自己。我是个做母亲的，竟然都没有发觉。每每想起啊，我也是心痛不已。哎，不怪你，怎么能怪你呢？当时你也病糊涂了，孩子又生病，你那么焦灼，发现不了是应该的。要我说呀，还是怪老二，怎么当爹的？娘，大伯，你们就别伤心了，找到小妹是好事啊，这多好的事情啊！小妹没死，还成了月儿的娘，我们该高兴才是嘛。三弟妹说的没错，人活着是好事。小妹受了苦，以后咱们多疼疼她。对，瞧我这老糊涂了，哎，能找到星儿，这一定是我们叶家列祖列宗保佑。回去我一定要多上几炷香。叶慕飞这么说着，苏婉婉他们就过来了，同时过来的还有沈渊和沈昭。婉婉啊，快来，这是你大伯，这是你二哥二嫂啊，这个啊是你三嫂。大伯新年好，二哥二嫂好，三嫂好。好，不愧是我叶家的姑娘，漂亮。哎呀，小妹长得可真好看，跟那天仙似的。可不是嘛，小妹当时刚出生的时候就白白嫩嫩的，一看啊就是美人胚子。小妹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不过你别怕，以后还长着呢，我们都护着你。谢谢二哥，谢谢大伯，能找到你们我也很开心。大哥可打住，这时间不早了，礼物的事儿啊没关系的，咱们一会儿先吃饭。咱家没那么多的虚礼，婉婉这边也不缺什么，回头吃完了饭再说。娘说的对，大伯你们舟车劳顿一定饿了，我刚才做了好几道菜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尝尝。行，听侄女的，咱们俩先吃饭，吃完饭再说。小旭、沈渊见过大伯。你是？叶慕飞不敢置信，那个名字最终他也没喊出来。小旭、沈渊。沈渊啊，对不住啊，大伯有些激动。苏婉婉看二人的情况，总感觉大伯这是认出了霍远，可是却又觉得有点不像。妹夫，你可以啊，祸害了我2个妹妹。你个兔崽子算什么算啊？又不是同时娶的，咋的啊？那说明她们姐妹眼光好，说明沈渊好，哎，最起码比那个狗屁状元强吧？我觉得爹说的很对，又不是同时嫁的。宜裳姐姐已经不在了，她肯定也希望姐夫和孩子都过得好。姐夫人不错，对婉婉好，成为夫妻没啥不好的。只是我这一下子不知道要喊姐夫还是妹夫了。不过我还是喜欢喊妹夫，反正都是一家人，挺好的。都是一个称呼，喊什么都行。对，雪儿说得好，反正都是一家人。虽然说死者为大，
可是人总是要往前看的嘛，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爹娘，我们饿了，能开饭了吗？好，走，我们去吃饭。大郎，你怎么了？可是爹他们哪里出事了？他们没事，这信啊，还是以前二婶写来的。爹他们没收到这封信就走了。其实是好事儿，二婶认那个干女儿，也是小月儿的后娘苏婉婉。她呀是二婶的亲女儿，是我们叶家的小妹。啊？苏婉婉是小妹？是你说的二婶那个夭折的孩子吗？那苏婉婉可是被陛下封了县主的那个，还发现了红薯、玉米、改良农具，咱们叶家人可真了不起啊！哎呀，先前我还特崇拜她，觉得她是我们女子的楷模，没想到竟是成了咱们亲小妹呢！哎呀，可不是嘛，不愧是咱叶家的人啊！我得写封信，看看爹和二婶他们年后能不能让小妹带回来认祖归宗啊。既然找到了小妹，那肯定是要回来认祖归宗的。不过北昌府要推广新作物，小妹作为发现新作物的人，怕是也不容易回来吧。是啊，小妹现在也忙得很，算了，还是她有空去看她吧。不过她还是给回了信。大年初二这一天，赵家村也发生了一件事儿。一大早，众人刚出门就被眼前的火光冲天给吓住了。村里人一看是赵行简的家里，倒是也没那么着急了，更何况火那么大，贸然去救，指不定自己性命也没了。最终火还是把整个房子都给烧完了。从废墟中，他们找到了瞪着眼睛死不瞑目的赵行简。叶雷还没有消息啊？没有，而且赵家村除了叶雷，年前也消失了3个人，2个20多岁，一个30多岁。也是尸骨无存。是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村民说可能在山上遇到猛虎被吃了。你是说叶雷也有可能是进山遇到了猛虎？是有这个可能，属下继续去查。多派些人手，那附近的山脉都找一找，没有见到尸身，我们不能放弃。赵家村是不是和李家村离得不远？是不远，2个村子隶属于同一个镇，都在大兴山脉，位于兴平县、通许县、丰宁县3县交汇之地。这大兴山脉会不会藏着什么秘密？怎么年前失踪这么多人？听说那里猛兽颇多。猛兽是多，但是人也都不是傻子，这件事肯定有蹊跷。冯刚他们还在查，主要这山脉太大了，还有很多地方无人涉足，怕是也不好查。那咱们明日回村里看看李正他们回来没？媳妇儿，这件事啊，你就不要操心了。只是岳母大人和大伯他们都想你回京一趟，你想回吗？大伯都已经来这里了，大家都见过面，认祖归宗的事情我觉得也不急，毕竟叶家很多坟墓还在西北没有迁过来，我想等叶家迁坟之后再回去。你呢？你想回京吗？如果你想，我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回去一趟。我是很想见祖父一面的，但是他不允许我回去。年前听说他生病，我很是着急，但是也忍下了。现在京城那边传来的消息，陛下派了很多御医前去，祖父病情已经稳住了。祖父知道你还活着吗？不知道，我是在大战前收到祖父的信的。他也知道那场战争凶险万分，信中叮嘱我，无论成败，这次大战后就不要回京了。其实若是我没有中箭，怕是也要伪装成战死沙场的模样，所以祖父怕是根本不知道我是真死还是假死，但是他肯定会怀有希望。二哥和大伯过2日就要回京，或许我可以找二哥帮忙传个信，最起码让祖父知道你还活着，甚至已经成了亲，指不定祖父一高兴，身体就会越来越好。大伯那边对我可能已经有所怀疑，二哥的性子不能知道我的身份，最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。二哥和大伯过年不在京城，回京后肯定会去霍府拜个晚年的，这个时候就是奇迹。沈渊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或者符号之类的？只有祖父知道，其他人都不知道的。这个还真有，
小时候祖父就和我约定过一个图案，说是若走丢了可以留下那个记号。明日咱们就回村，二哥和大伯过2日回京，咱们要多准备一些回礼，最好是能让他回京送礼用的。媳妇儿，真想带你回京拜见一下祖父，他看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总有机会的。夫妻2人计划了一番，第2日就直接要回大柳树村去。二哥和大伯也想去村里看看，最后干脆一群人都跟着去了。小妹，你这给的也太多了。小妹，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回京了吗？二哥、三哥，咱们不是说好了，等咱们叶家的坟墓都迁过去了，我再回去。就算没那个仪式，我现在也是叶家的人啊，也算是认祖归宗了。行了，你们小妹说的对，不差这个形式啊，又不是迁不到了，他们事业刚起步，这时候也的确走不开。但是以他们的本事，迟早是会去京城的，不急于这一时。至于孩子们，哎呀，你们刚才也见到孟先生了，他那样的人都愿意留在这里当夫子。讲真啊，这里的生活和学习环境，我觉得并不差呀，甚至可能比他们去京城更好一些。大伯，你们放心，我会照顾好他们的，争取早日去京城和你们团聚。二哥、三哥，这些麻袋装的是给大哥和咱们其他叶家人准备的，你们拿回去分分。做法你们这几天也看到了，很简单。这些盒装的我都装得好好的，每一份里面都是3样东西，你们拿回去送礼用。啊，你们过年没在京城，过年后回去，肯定要给同僚拜个晚年，送一些礼吧。这东西拿回去也让他们提前尝一尝，免得你们回去还要准备。小妹，你这也太周到了，这东西拿出去很有面子的，他们早就想尝尝那红薯玉米的味道了。还有咱这腐竹，怕是如今名头也传到京城去了。其实我们在京城也没有多少交好的同僚。是没有多少，但是有些老臣还是要探望一下的。婉婉有心了，这些礼物啊很好。就比如那霍老爷子，虽然我不喜欢他家那几个后生，但是霍老爷子戎马一生，是我大夏朝的功臣。咱们来的时候他还缠绵病榻，这次回去啊可得去看看。不经意的他又瞅了一眼沈渊，见他面不改色，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一般。难道真的不是？是他想多了吗？是霍大司马吗？大伯，您跟霍老爷子很熟吗？我也听说过他，他好厉害。爹说的就是他，霍老爷子真是个英雄，只可惜了，他家里那些后辈们倒是……哎呀，是去看霍老爷子的，又不是看其他霍家人。行了，时候不早了啊，收拾收拾，咱们先走。小妹，你送我们这么多珍贵的东西，我都觉得我们送来的太少了。一家人说什么话呀？你们都快把叶府搬空了吧？下回可不能这样了啊！你们小妹不缺银子，倒是叶家那么大2个府邸呢，花钱的地方多。家里你别担心，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。那成，我就先收了，不过下次可不许了。苏婉婉又去叶静雪那儿住了几天，过了初5，大伯就带着2个哥哥一起离开了。大年初7，作坊开工大吉。初9这天，想着沈昭马上又要走了，苏婉婉在家做了一桌吃的，一家5口人把门关好，准备好好吃顿饭。苏婉婉把空间里最后的几瓶饮料拿了出来，还有啤酒。来，喝完这些就没有了。啊，竟是最后一些了，我都不舍得喝了。没了，娘亲，这就没啦。我们能喝到这些已经是天大的机缘，能认识你们的娘更是天赐，咱们呀得知足。那咱们干一杯。正中午，村里人并不多，一个老太太带着2个汉子来到了大柳树村。哎呦，这作坊可太气派了！娘，这还真是开了眼了。三叔，奶，这是真的吧？你们有没有搞错啊？那怎么会错呢？这总是大柳树村吧？老沈家3房，我不会弄错的。你们什么人？这里不能进。你们东家在吗？我们找你们东家。找东家有事吗？
我们这里不招人，若是想问招工的事情，就别问了。哦，我们不是来问招工的，我们是你们东家的亲戚。东家不在这里，在家。你们既然是亲戚，去家里找吧。这时，沈苏正好走了过来。苏哥，这几个说是东家的亲戚，你过来看看。你们是渊哥什么亲戚？我怎么不认识啊？哎呀，说了你也不知道，你带我们去找他。切，你让我带我就带啊，还说是亲戚。亲戚你不知道人家住哪里？我看你们就是来找事儿的。渊哥咋可能有这样的亲戚？你怎么说话的？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等我找到我表哥，让他开除你。这个人牛什么牛？不就是表哥家里一个做工的？表哥？哼，小子，你算哪根葱？这里可不是你说大话的地方。哎，别急别急，大兄弟，我就是来找沈渊的。我是沈渊他姥姥，这是他三舅和表弟，我们真是亲戚，长久不来了，还真找不到路，劳烦大兄弟带我们去。哈哈。姥姥？这是三婶的娘家人？不会吧？听到了没？我是你们东家的表弟，他是你们东家的三舅，我奶是你们东家的姥姥，还不带我们去？你们去我家告诉我爹娘一声，我带他们去找渊哥。苏婉婉一家人是刚吃过午饭。这就是沈渊家呀，虽然是土坯房，但是挺大的。以表哥的财力，盖个砖瓦房不成问题吧？他为啥还住在土坯房？一开门看到门外的人，他也是一怔。渊哥，这几位说是你们的亲戚，非要让我带他们过来，我给带来了。渊哥，我瞧着他们不像好人啊，说是你外祖家，别担心，我让人去找我娘了。你就是沈渊啊？沈渊啊，可算见到你了呀！我是你三舅啊！你那作坊的人狗眼看人低，我们求了半天才肯带我们来见你啊！沈渊呐，我的好外孙，我是你姥姥哟！姥姥终于见到你了。我们没有姥姥，你哪里来的？这是沈昭吧？呀，都这么大了，我是姥姥，大新村的你姥姥呀！切，这是哪门子的姥姥舅舅啊？人家根本都不认识你。关你屁事！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你个鳖孙玩意儿，怎么还不走啊？这是我渊哥家，我爱走不走，关你们屁事啊！我看该走的是你们，哪里来的不要脸的玩意儿来认亲，也不知道是哪门子亲。哼！渊哥，你喊的倒是亲，我才是他弟弟。渊哥，王丽是不是你娘？大兴村的，我们就是大兴村的，我奶就是你姥姥，是王丽的亲娘。啪的一声，若不是收了力道，直接能打掉他2颗牙。我娘的名字是你能喊的吗？找死！哼！虎子，虎子，你咋样了？沈渊，这是你亲表弟，你怎么这样？既然是表弟，我娘就是他姑，他一口一个王丽直呼其名，没打死他已经算是老子仁慈了。渊哥威武！这玩意儿不是东西，敢直呼亲姑名字，这哪里把亲姑放在眼里了？该打，打得好！沈渊，别生气啊，有话好说。虎子是被宠坏了，一时没注意，但是他说的也没错呀。你娘王丽是我亲妹妹，我们是亲人，这是不争的事实啊。你这小子怎么能直接喊你姑姑名字？那是你亲姑。沈渊呐，对不住，虎子就是被我宠坏了，他没什么坏心思。我们走了2天1夜才走过来，这一路过来也是累了。沈渊啊，你看，先让我们安顿下来，给我们弄点吃的，我们坐下来慢慢说。坐？我可不认识你，坐什么坐？沈昭，你认识他们吗？不认识，我不知道他们，我13岁了，还不知道咱们舅舅姥姥还活着，我以为他们早死了呢。没想到啊，这沈昭看起来温文尔雅，竟然也是个嘴巴毒的。你说什么呢？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你舅舅还活着呢，亏你还是个读书人，竟然如此大逆不道，也不怕我去县衙告你不孝，看你还怎么考取功名。告，你去告，我说的是事实，
你们口口声声一个说是我娘的娘，一个说是我娘的哥哥，可是我娘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？口口声声说是我舅舅我姥姥，10几年了，我见都没见过你们，你们是哪门子亲人？我们可没这样的亲戚，就算有也不认。对，沈昭说的对，老三家哪里有什么娘家人？我们老沈家还没死绝呢，就敢来胡乱攀亲戚。若是我还没记错的话，你们早在20多年前就和老三媳妇断亲了呀。这是我和老三家的事，你们只是他的大哥大嫂，又不是父母，这件事你们还管不着。哼，你个死老太婆，俗话说长兄如父，长嫂如母，我们管不着？我呸！20年不露面，这时候来打秋风了，我看你就是光屁股大郎，胆大脸皮厚，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沈渊觉得自己已经毫无用武之地了，对付这老太太好像还得靠大伯娘。我是你长辈，你竟敢这么对我说话，你们老沈家这才是不要脸。我就说了咋的，这时候来认亲，你干嘛来的啊？来说说，是不是看沈渊他们出息了，想来占便宜的？你那肠子里的弯弯绕绕都快糊到脑门上了，还不让人说了？一个孩子都比你懂事。沈昭说的对，我那弟妹死的时候你咋不露面呢？自从弟妹嫁到我老沈家，和你来往过吗？是你自己把她给卖给我们老沈家的，方圆18里谁不知道你卖女儿的德行，还敢来认亲？这一说起来呀，气得无处发泄。张翠花直接抡了一根棍子，就要往那李老太身上招呼。这时有很多村民竟然也拿着棍子跑了过来。谁呀？谁敢来我们大柳树闹事啊？谁敢来欺负沈渊他们？人呢？看我不打死他！这咋还闹得全村都来了？张翠花到底是没有真敢用力，打了一棍子，她还真怕把这老太太给打死了，自己惹火上身呢。可是老太太会被打死，那俩男的又打不死。混乱中，他又打了好几棍子，3个人于是都被打趴下了。哎呀，没天理呀！大柳树村的人欺负人了呀，要打死人了！哎呀，不得了了！外甥家的人欺负舅舅了呀！哎呀，我们真是沈渊家的亲戚，就算断亲了，这也是事实。你们欺负人呢？对，我是沈渊和沈昭的亲姥姥，你们说断了亲，又没有证据，就算断亲，那也是打掉骨头连着筋。沈渊既然怂恿人打长辈，就是告官也得治他的罪。对，外甥打舅，天下没这个道理。沈昭还是读书人啊，告官的话，别想考科举了。沈渊一听，直接一脚就踹了过去。你这舅舅一开口就要毁人科举，你这是哪门子舅舅啊？还真想着老子不敢打你啊？看到了吧？啊，外甥真的打舅舅了！你们大柳树村原来是野蛮村的呀！坏人，他们肯定不是我们的亲人。我们才没有这样的亲人呢。大奶说的对，已经断亲了。哼，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，你当老娘没准备？断亲书，老娘带来了，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，这可是我公爹当初亲自替老三家写的断亲书。认字吗你们？哼，肯定不认呢。用不用让我们大柳树村的人给你念念呢？我们大柳树村认字的人可多着呢。看到了吗？上面挂着你们手印呢。当初你家闺女可是我们老沈家花了30两银子买来的，自从进了老沈家，她就和你们没关系了。老三家就是防着你们的，这可是你闺女临死亲自交到我手上的。哼，这得是多大的恨啊！临死都不忘交代这些。你们这些丧尽天良卖闺女的玩意儿，哪来的脸找沈渊他们哥俩呀？大沈家老三媳妇家里怎么都这种人？30两给卖了，这幸好遇到了老三，若是一个老头能出30两，是不是也得卖给老头啊？可不是嘛，这件事我知道。那老三媳妇长得可漂亮了，就是太漂亮啊，他这娘才想着会卖个好价钱，一直拖着不给他说亲，拖到18岁才有人愿意出30两，是个糟老头子。啊，还真有这事儿？
那最后怎么就嫁给沈松来了呢？那闺女儿不愿意嫁给老头就跳河了，谁知被沈松来救了。那老头见她没了清白就不要她了，于是这王家人呐就缠上了老沈家，让沈松来负责呢。老沈家呀都是厚道人，不能看着那姑娘死呀，不得已才出了30两银子把姑娘给买了回来。这幸好松来爹聪明，写了断亲书，不然可真说不清了。造孽呀！我说呢，从来没听说这松来媳妇有娘家人，就是松来夫妻走的时候也没见到娘家人。20多年了，这时候跑过来认亲，真是可笑。这是看沈渊他们发达了，来占便宜呗。沈渊，这个你们放好，已经断亲了，你们和他们老王家就没任何关系了。滚出去！再不滚，告你们私闯民宅！李老太一看不对，忽然一个往前爬，直接就要抱住沈渊的腿。沈渊呐，不管咋样，我是你亲姥姥呀，你不能这样对我们，我们也是走投无路了才来找你的呀。这死老太太扒拉的还挺紧，沈渊一个踢腿竟是都踢不走她。哎，你个老鳖孙，你这是干啥？讹人呐！给老娘松开！哎呀，我们没法活了呀！你大舅和二舅还有2个表哥死了，死在了山上，找不见了。家里就剩下你3舅和这个表弟，我们没法活了呀！他们也是你亲舅亲表弟呀，看在血缘的份上，你也不能不管我们呐。表哥，求求你了，给我们一个活路，我们会好好干活的。我爹死了，我哥也死了，家里太惨了。他们死了，你们不是还没死吗？2个大男人哪里没活路了？你们死不死的跟我何关？其他人也不客气，抬的拽的7手8脚，直接把人给扔了出去。扔出门去也都觉得不解气，追着他们直接把他们赶出村了。多谢大家帮忙。这件事也太久了，我和你大伯几乎都给忘了，谁曾想这家人竟这么厚脸皮，还找上门来了。他们不找来，我们还想不起这事儿呢。沈渊，那断亲书你收好了，那家人一定是听说了你们的事情，这才上赶着来认亲。你们放心吧，那样的亲我们可不认。事情跟村民们说的差不多，你们想必也听到了，我也不重说了。说起来竟是让人生气。你们爹娘啊，在你们小时候没告诉你们这些，也是不想让你们跟着生气，更何况已经断了亲。自从你们爹娘成婚后啊，他们就再没来过，想着就这样了，就当没这些人。看来啊，还是你们娘了解那些人，临走了还把那断亲书给了我们保管呢。大伯娘，你们放心吧，就算没有断亲书，他们也占不了我们的便宜，不要为了这种人生气，不值得。对啊，他们再敢来，我们还把他们赶出去。这次多亏你机灵，还知道找人回去喊老娘一声。外祖家找来的事儿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水花，沈渊和苏婉婉他们也不在意，唯有沈昭，他第一次听到自己亲娘的事儿，为亲娘难过了一宿，第2天顶着熊猫眼去了县城。看到小月儿他们，云显可高兴了，3个人瞬间又玩在了一起。等到苏婉婉和沈渊从县城回来，云显就故技重施，哭闹着要跟他们一起去大柳树村。等过了15啊，小月他们就要去学堂了，你再跟去不合适。娘，没事的，等过了15我们送他过来。也只能这样了，主要你十舅啊被陛下召回了京城，不然他也不会放你八舅过来。你八舅啊，只有老石能管得住他。成王舅舅回京了？可不是嘛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这不是陛下又被那些老臣逼着选秀，正好让你十舅也回去。他也老大不小了，虽然腿有疾，也不能没个王妃呀。选秀？对呀，选秀。陛下登基3年了，一直都没选秀。他的发妻呀，还是当初在西北时候娶的，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姑娘。
那她现在是皇后了吗？陛下和她感情很好，登基后自然要立她为后的。可是当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，尤其是霍家更为甚。陛下当初登基的艰难是霍老爷子力排众议扶持上来的，可是霍家的其他人要求陛下娶霍家的姑娘，并立霍家的姑娘为后。最后呢？陛下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发妻和他吃苦多年，二人感情也一直很好，又如何忍心对不起他呢？那是他唯一一次很强硬的态度。若不是那件事儿啊，我还不知道陛下竟也是个能说的。听说在朝会上啊，陛下一人舌战群儒，甚至说若是不立发妻为后，不配为人，更不配为帝王，说的那些大臣都哑口无言的。陛下表哥也挺厉害。他是很不错，只不过霍家的女儿到底还是进了宫，虽然没被封为皇后，也成了贵妃。跟着进宫的还有其他2个美人，如今陛下的后宫也就他们4个人。草率了，果然一生一世一双人是不可能的。不过想想陛下的身份和当时的处境也是能理解，更何况陛下表哥毕竟也是土生土长的古代人，身为帝王他就不能儿女情长。好在发妻成了皇后，也算是他为他争取的一份体面，平日里在乎这些，这个帝王也算是有情有义了。别看那个位置高，可是高处不胜寒呢。陛下有太多的束缚，他就不能像普通人一样。娘，我知道的，也理解。岳母大人放心，小婿此生只有婉婉一人，绝不会纳妾。你倒是有艳福，都娶了我2个女儿了，还敢纳妾？哼！那你最好记住今日你说的话，我们叶家一直也有这个规矩，叶家的男人绝不纳妾。婉婉是叶家的女儿，叶家的女婿也必须遵守这个规矩，否则……没有否则，小婿绝对能够做到。娘，你就放心吧，他不敢。他若真的敢了，回头我就和他和离，离了他又不是过不下去，我才不会委屈自己。你能这样想就对了，我叶家的女儿绝不能受委屈，就跟雪儿一样，看错人离了就行了，叶家又不是养不起。说起来也是愁啊，皇后跟了你那皇帝表哥那么多年，也没生个孩子，登基后后宫又多了3个女人，可是到现在依然没生出个孩子来。1个女人也就罢了，这都4个了，这么多年都没孩子，这是陛下表哥的问题啊，该不会是皇帝不能生？娘，陛下表哥才20多岁，不着急，总会有孩子的。哎呀，这孩子从小啊受了太多苦了，就怕小时候伤了根。这若是没孩子，皇室可就……确实不妙，如今的皇室人员凋零，若是没有后代，这不是断了吗？陛下若没孩子，皇室只剩8王和10王。8王是个傻的，没有娶妻；10王是个残废，也没有娶妻，还不知道能不能生孩子。我去，小云逸。小云逸的爹是先皇的皇长孙，小云逸的爷爷是先皇的太子，最是名正言顺。这怕是刚过完年，陛下就被以没有子嗣为由逼着选秀了。陛下也是没办法，如今只能寄托在小石身上了。不管他们2个谁能生出孩子，总归是皇室后继有人了，比现在没有1个孩子强嘛。娘，不用担心，这件事情肯定有转圜的余地，相信吉人自有天相。可不是有余地吗？云逸就是那个王炸。我觉得小石肯定可以的，他只是断了腿。希望这次进京能够给他找个好王妃吧。沈渊和苏婉婉带着小月儿和云逸他们回了村儿。夜晚，2人依旧来到了空间。婉婉今天说要和我和离。我那是假设，只要你不纳妾，我肯定不会和离的。不准再说这话，什么纳妾不纳妾的，我谁也不稀罕，就稀罕你。下次再说这话，看我。
你咋吃了我不成？现在就吃。苏婉婉叫苦不迭，每天都在自作孽哟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苏婉婉吃了早饭，又进了空间，用意念直接先把旱地里的小麦给收了，又去稻田把那边的稻谷也给收了。不过今日用了意念收割完毕，哎呀，好家伙，头晕目眩呢。难道是因为这次作物太多了？苏婉婉凝眉，揉了揉太阳穴，躺在沙发上，竟是又睡着了。媳妇儿，醒醒，醒醒，起来吃饭了。好困。媳妇儿这状态不对啊，就算昨夜累着了，可是已经睡了一夜了，上午又睡了这么久，不该这么困的。哎，媳妇儿，你咋样？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哎，快醒醒，我看看。我没事，收了那些作物后，忽然有点晕，多睡睡就好了。真没事啊？不成，咱们去找大夫看看吧。那你有任何的不适，咱们就赶紧去看大夫啊。饿了吧？来，先吃点饭。你慢慢吃，我去把那些作物我搬到仓库。那样太累了，等我休息好，明日我还用意念弄吧。你今天已经累成这样了，看来那意念用多了还是不好。我这会儿也没事，干会儿活，出点汗，浑身舒坦。吃了饭，他的头也没那么晕了，就是没什么力气。他走到厨房，准备烧壶开水。苏婉婉捣鼓了半天，电热水壶始终都没反应。然后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浑身一僵，随即立马去按下了厨房这边的开关。完了，没电了！不可以！正在他百般纠结之际，他的手机忽然闪了一下，是电业局的停电通知。苏婉婉震惊地瞪大了眸子，看着手机上面的4G 标志，几乎喜极而泣，有信号了。除了欠费这个，移动公司也发来了一条消息，提示他话费余额仅剩3元。苏婉婉立马就实验了一下，打开支付宝给自己充了100块钱话费，成功了。苏婉婉手都有点抖动了，幸好啊，当初留了200万，他有钱。他赶紧找到交电费的系统，给自己充了1000块钱电费。沈渊，有信号了！WiFi 也有了。沈渊，快看，这信号，我这手机能用了。我刚才充了话费，还充了电费。这他妈的，沈渊也看不懂啊。好。赶紧去洗洗。哎妈，我身上也有味儿了，咱们都去洗洗。刚才我差点以为以后再也没法用热水器了，还好。看来这作物入库空间是又升级了。我们试试能不能走出去。沈渊也看到了那道门，夫妻2人直接走了过去，但是还是被弹了回来。看来这次升级只是给了信号。信号是什么？哎呀，先洗干净了再说。媳妇身上也脏了，咱们一起洗。你顺便也给我讲一讲这个什么信号。苏婉婉打开微信，看着上面的联系人，从上扒拉到下。这手机真的能够联系到那个世界的人？我们现在是在空间，只是有了信号，还不知道能不能联系上，更何况我也不知道要联系谁。我忽然感觉自己很失败，找来找去，竟然没有一个可以完全信任的人，也不知道该联系谁。不，你这么好怎么会失败啊？我看到你这上面那么多人，只是如今咱们的处境不能贸然联系罢了。先不联系了，等我一下，我百度查一查消息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在他看这些消息的时候，在现代，唐城也接到了一通电话。喂，成哥，有动静了。10号楼602那个房子，电表和水表都在动，而且有人在10分钟前给缴费了。我立马到，你先不要惊动任何人。苏婉婉的事件并没有影响到简华置业的业主们。堂哥，我一直都注意着监控呢，这个屋子的确是没人回来，每天晚上也没见亮灯，不知道这水电是怎么用的。哎，回
会不会是里面漏水漏电了？要不我去申请一下，咱们打开门看看。谢谢你，这件事先不要声张。水电费这种事，你们那边应该没人会关注吧？没人会关注我，现在都是网上缴费，财务入账也是所有人家合起来一起入账。我有做明细表，但是一般领导都不会查看的。好，先暂时不要声张。堂哥，你看番茄小说吗？哥，我也研究过这个案子，太悬了，所以我觉得那个妹妹一定没有死，她很有可能穿越了。所以你也不要自责，指不定她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很好呢，甚至可能已经走上人生巅峰了呢。你以后少看那种小说，好好工作，脑子里天天想什么呢？唐城离开小区以后，摸出手机，还是下载了一个番茄小说。穿越？短剧看多了吧？下载好软件，他拿着手机沉思了片刻，鬼使神差地拨出了一个号码。这个号码他几乎每个月都会拨一次，但是从来都没有回应。通了！苏婉婉这边已经在网上查看了相关的案件，看到周长川竟然从他这个案件中脱罪出来了，他就气得牙痒痒。不过没过多久，他竟然又被爆料出来其他的犯罪违法事件，还吸毒。靠，这个人渣竟然骗了那么多的女孩子，还吸毒。还好进去了，虽然不是因为我那个案子进去的，总算是恶有恶报。云氏集团太子爷癌症晚期，云峥，那应该是在病房的图片。一脸苍白的云峥躺在病床上，他的脸很苍白，没有一点血色。怎么会？这是你说的像成王舅舅的那个朋友？他生病了。听话，婉婉，咱们先不看了，以后再慢慢看啊。刚收拾了情绪，准备起身出空间，久违的手机铃声忽然响了起来。沈渊，这是我们那边的官差，他打过来的，竟然真的可以通话，我接不接？这人可靠不？我们那里的官差和你们这里的不一样，就怕他已经禀告了其他官差，指不定一群人在那里听着，甚至还可能监听。苏婉婉果断的没有接。唐城在那边一直很焦急的等着，可是那边没有回应。他拨了好几次电话，一直都只是打通的状态，却无人接听。他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手指迅速在手机上打字。苏婉婉，我知道你还活着，没有监听，我身边也没有其他人，暂时也没人知道水电费的事情。你的案子已经结了，你不用担心。对不起，我只想知道你还活着，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些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其他人。你不想接电话也没关系，若是可以回复一个数字，让我知道你还活着，以后再不打扰。只是还是希望你能小心些，毕竟你还是失踪人员。苏婉婉沉默了许久，她扣了一个1发了过去。那边的唐城收到了这个1字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嘴角扯出了一丝笑容来。真好，他真的还活着。那边的官差这么快就发现了？他叫唐城，就是当初给过我帮助的那个官差。我出事的时候就先给他打的电话，结果他没接到，或许是觉得心里愧疚吧。苏婉婉收了手机，不再想这些事儿了。至于该不该联系云峥，他想着此刻的云峥怕是根本不知道在哪个极美的地方放松自己吧。他那个人宁愿优雅的死去，也不愿意没有尊严的活着。此时的云峥正置身于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，用手中的相机记录着那绚烂的星海。他从来都没有畏惧过死亡，因为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到。这次空间升级，苏婉婉的空间通了网，但是对他唯一的用处就是电视可以看了，也能网上冲浪了。通过刷抖音，沈渊愈发的了解了那个世界。他本想注册一个抖音新号，发一些这个时代的图片上去，可想了想也没必要，更何况也有风险，
还是算了吧。过完元宵，孩子们开学，这年也算是彻底的过去了。嘿呦，小妹这是把家里的好东西都给你们带回来了吧？大哥，你知道苏婉婉是咱们亲小妹了？你们走后不久，我就收到了二婶的信，已经知晓了，兴奋的好几夜没睡啊。明日我先进宫，回来要去看霍老爷子。老二、老三，你们跟我一起去。大伯，那我们也先回公主府了，明日再过来。我看你娘估计短时间不会回来了，公主府冷清，不行的话来这里住，也热闹一些。没关系的，府里总不能没有主子，我们觉得无聊会过来的。爹，你就别多事了，二婶不在府上，三弟和三弟妹不知道多快活呢。翌日，叶慕飞先带着东西去了皇宫。那红薯玉米朕也让人研究做法了，还真没这么做着好吃，表妹就是厉害，不仅发现了这些作物，还研究出这么多吃法。我们叶家的女儿就是聪明，也是我们云家的。表妹没说什么时候入京吗？陛下，叶家准备4月份迁坟，届时星儿会一起回来认祖归宗。4月，虽然还未认祖归宗，但是也已经确定是姑姑的女儿。这样，我这就让人拟旨封表妹为嘉诚郡主。陛下圣明。从皇宫出来还挺早的，叶慕飞直接就回去，带着叶行风和叶行舟一起到了霍府。哟，国公爷，您这是从北昌府回来啊？听说叶家找到了已经死去的小小姐，不知道这件事儿是真的吗？这也太神奇了，死的人都会复活吗？世间神奇的事很多，多一件也不多。叶慕飞也不想多说半句，领着2个小辈就往府里去。这件事情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去，让人盯着他们，听听他们都说了什么。叶慕飞3人到了霍老爷子的院子里，看到院子外头围着的一圈侍卫，也是一怔，互相看了一眼，都没有多说。霍老爷子，您好生躺着，对我们不必当客人看待。年前不在京，今日特地带2个小辈来给您拜个晚年，看霍老爷子如今身体康健，我也放心了。晚辈拜见霍大司马。嘿嘿，还是你们叶家会教孩子呀。护国公主没有回京吗？她现在可不想回呢，不怕和霍老爷子说，公主她找到了亲生女儿，就在北昌府，她舍不得离开女儿。不过等4月份那孩子会来京认祖归宗，届时我再带她来探望您。亲生女儿？不是说找到那外孙女了吗？是找到霓裳那丫头了？不是，是找到小女儿了，就是夭折那个，她没有死，被人救下了，真是上苍保佑啊！这是我家那小女特意准备的，也拿过来给老爷子尝尝。您一定不知道我们叶家那小女儿是谁。霍爷爷，这是粉条，可以做菜吃。这一盒是玉米面，和白面掺和做窝头吃。这一盒是红薯面，也可以做窝头。还有这一袋子是腐竹。霍世忠整一个震惊住了，他直接坐直了身子，伸出手就要碰那盒子。这反应不对呀！盒子上刻着的花纹瞬间就映入到了霍世忠的眼帘。叶二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这些都是什么？这些是那红薯玉米做出来的吃食？也对了，你们去的是北昌府，可是这些东西不都是被官府收购，准备推广吗？这些村民手中的都被收购了，这是苏婉婉就是发掘玉米和红薯的那个人。对了，我还没告诉你，那苏婉婉就是我叶家的小女儿。苏婉婉，我听说过她，是个农妇，不仅发现了红薯玉米，还发明了很多农具。是她吗？她就是公主找回来的那个夭折的女儿。霍爷爷，您说的一点没错，我们小妹就是她，
这可真是巧了。我那小妹可聪明着呢，人又好。我二婶找到女儿，本想让她回京的，可是如今她那边还开了作坊，还要推广新作物，暂时走不开。霍爷爷，就是这样。我娘暂时就不回京了，等她回京后再来拜访您。叶家竟然有这样一个女儿，是叶家之幸啊，也是我大夏国之幸。只不过我听说她是个农妇，那就说明她已经嫁人了。也是巧了，他家的人啊，就是霓裳的夫君。霓裳那孩子命苦，因为保护战士的东夷牺牲了。他那夫君是边关的士兵，2年前匈奴退兵后，带着孩子退役归乡了。我家那小女是他归乡之后娶回家的。这件事说起来真是缘分，亲姐妹2人先后竟然嫁了同一个人。好在那沈渊啊是个不错的人，夫妻2人感情也挺好，我们做长辈的只能祝福了。退役兵士是他家远儿吧？他娶妻了，真好，霍远还活着，而且已经娶妻。他这是特意给自己传信的吧？爷爷收到了。叶家父子不多久便告辞了。来人，刚才叶大人说的做法，你们可听到了？拿去小厨房吧，今天中午我就要吃。把那箱子留下，我放其他东西用。不用了，箱子也抬走，我先休息会儿，做好了再叫我。门外，那侍卫们抬着箱子刚走不远，霍向东便走了过来。他一个眼神过来，那些侍卫立马把东西给放下，当着他的面打开箱子。说的都是北城府那边认亲的事情，并没发现什么不妥。叶家认回一个女儿，这么大的阵仗，不知道还以为认的是一个财神娘娘呢。主子，那苏婉婉和沈渊现在可是拥有不少地，而且还开了作坊，别的不说，财力也不容小觑。眼皮子浅的东西，光有财算什么？叶家以为有了财就高枕无忧了吗？一个农妇而已，不足为虑。目前最要紧的还是大仙山脉那边，你再多调配些人手出来，那边万不可暴露。霍向东看了一眼老爷子的屋子，也没打算进去，转身离开了。阳春3月，风和日丽。苏婉婉拿着棉花种子找到了在地里忙活的赵庆海。赵大人，你怎么还到地里来了？赵大人，你们这弄的，我又不是残废。成，知道你不是残废，你这拿的什么啊？这是棉花种子，是我们从北疆那边的客商那里买的。棉花种子？可是就算得到棉花种子，这种起来，这是棉花种植方法和注意事项。天哪，他怎么这个都准备了？对，这都是我根据北疆客商说的，然后总结了一下。我是觉得，咱们既然以后不缺粮食了，那么这棉花如果能种出来，冬天也不怕没棉衣穿了。棉花种植成功，种的人多了，棉花价格也能降下来，到时候所有人都能穿得起棉衣，盖得起棉被，也不怕冬天再冻死人了。县主大义，我这就找人再开垦一片田地出来，我看这时候种棉花也刚好。见他们都忙，苏婉婉也没多留，转身回家去了。你怎么出来了？我来找赵大人了，把棉花种子给他送过来，看到风景好，就在这边多待了会儿。棉花种植方法写完了，以后这种事儿让我来就行了，那种子不轻呢，别累着你了。都怪你，你这样让村人都觉得我娇弱不能自理，哼，我的名声。柔弱咋了？我宠的，谁也没意见，你也值得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错了，我知道也不柔弱，不然晚上也经不住我的折腾。哎呀，我不理你了。自从孩子们上课去，沈渊是越来越没有节制了，恨不得大白天也来上一回。这现在还在外面呢，就开始说起荤话来了。饭后，
沈渊洗碗之后，就坐在水缸边上，把苏婉婉的鞋子给刷洗干净，这才进了屋。哎呀，别闹，我刚拾到整齐，咱们还得去县城呢。不急，时间还早。换衣服麻烦，不要脱衣服。我知道，要不你转过去。完事之后，二人简单的清洗了一下，就一起去了县城。沈昭明日休沐，今日两人一起去接他，顺便去给酒楼送一下腐竹。渊哥，嫂子，好久不见啊，我都想死你们了。渊哥，我觉得南方的市场还很大，您家作坊的产量有点跟不上啊。这个问题我们也在想，想要再扩大规模，但是我和你嫂子不想继续再做下去了。不做？为什么不做呀？这可是独家生意啊。因为我们不想让它成为独家生意。不做独家生意？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是要把腐竹生意交给别人做？我们从来没有想着是独门生意，所以一开始也没说不让人参观作坊。这腐竹啊，没什么技术含量，只要参观过的人都知道流程，也都知道怎么做的。我听说在其他地方已经有人开始动工盖作坊了，做的也就是这个腐竹。那我也能做？你若是有精力，我不会阻止。我还是不做了。做作坊还不如做中间商人，东西做出来不难，难的是销售出去。辛辛苦苦做作坊，还不如买来腐竹再卖出去。就是这个理，但是我们也不希望腐竹卖出天价，本来就是豆子做的，希望人人都能吃得起吧。也还行，卖出去也不是随便定价的，以后做的多了，价格肯定有点回落，就是正常干菜的价格。文月也好久没见他了，最近不知道在忙什么。他呀，被我姑姑姑父逼着相看呢。年后京城那边选秀，他的名字赫然在列，可吓得姑父了。选秀他也能上名单，那最后怎么没去？还不是找护国公主帮忙才给压了下来，把他的名字给划掉了。即便如此，姑父心里仍然不安，就催着他赶紧成婚呢，省得又出什么变故。这事我还真不知道，改天有空我去府城看看他。那他一定会很高兴。哎，对了，既然你们今天来了，我就把分成给你们算算，省得我再跑一趟了。最近啊，真的是忙得脚不挨地啊。从白少那里拿了银子，又是厚厚的一沓银票。苏婉婉出了酒楼，在马车上直接把银票扔进了空间。沈渊，你有哪方面用钱吗？回头多拿些钱给兄弟们发工钱，不能让他们白干呀。你这是嫌钱太多？这傻丫头，谁家嫌钱多呀？也没有嫌多，就是你总不问我要钱，给你呢你也不要，我怕你那边要用。我暂时用不上，冯刚他们那里有上次剿匪得的银子，够用了。等不够再问你要，或许有一天会用到。二人又来到了县衙，正好许花园有事儿要找沈渊，苏婉婉独自去了后宅探望老夫人。年前年后那些商队的动向有了眉目，年后又来了2个商队，车上放的都是粮食类的物资，不过他们从南门出去之后并没有一路南下，南边的凤宁县也没有他们的出入记录，这2个商队像是失踪了一般，了无踪迹。我怀疑啊，这2个商队出了南门，直接进入了大兴山脉。听说3县交界处的李家村、赵家村几个村子年前年后失踪了不少人，都说是被猛兽吃了，大人信吗？不知怎地，年后以来，那边的猛兽多如蝼蚁，还敢下山吃人了。不过失踪人数确实也多了不少。你是怀疑那里藏着什么秘密？猛兽是有人故意为之？沈渊了一声，他早就有此猜测了。什么人竟然能够操纵猛兽？山中猛兽那么多，若是真有什么秘密，如何去探查？此事需要从长计议，是秘密也总会露出马脚。这也只是我们的猜测，没有实质证据，也不能向上汇报，请求派兵增援。沈大哥，
你觉得那山里若是真有秘密，会是什么？深山中的秘密，还需要那么多人？养兵是有这个可能，还有可能矿，山里可能有矿，所以才需要那么多人去挖矿。若是有矿，会是什么矿呢？金矿？银矿？大人，关于腐竹作坊的事儿，我这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任何人想做都可以做。但是若是以后做的多了，县衙里最好有专门的人负责质量把关。沈兄大义，我替本县百姓谢过沈兄。沈渊这边从县衙里出来，直接去找了江顺，让他派人深入大兴山脉。对了，在附近挖一些石头回来。挖石头？成，我这就安排下去。对了，渊哥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前阵子你让打听失踪人员，都是村里的，但是县城也发生了怪事儿。什么事？前阵子我想找个铁匠打磨一些武器，结果发现县里的铁匠铺就剩一家开门，其他3家都关了，理由是回乡了。若说铁匠铺关门回乡也没什么奇怪，可就是一起关门了好几家，这是不是很奇怪啊？沈渊的眸子一沉，想到先前的猜测，看来不是在养兵，而是真的有矿。再去附近几个县探查一下所有的铁匠铺。沈渊却是驻足了片刻，这才去接媳妇儿。沈渊接了苏婉婉，二人一起接了沈昭，准备回去。等到了平阳镇，沈渊想到江顺说的事儿，立马就拐到了镇上的打铁铺卢师傅那儿。大哥，我们要打什么东西吗？不打，来看看卢师傅。哎，沈东家，夫人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没事儿，就是经过这里过来看看。卢师傅有空闲，我请你吃个饭。哎，哪里用沈东家请我吃饭呢？该请吃饭的是我呀。没事，我们从县城过来，正好也饿了。卢师傅，我们先去镇上饭馆，你换了衣服再来。沈渊招呼了一声，先领着苏婉婉和沈昭去饭馆那边等着。一家3口说了一会儿，那卢师傅便匆忙过来了。果然吃了没多一会儿，卢师傅就忍不住开口了。沈东家，前阵子有人来找我做你们作坊用的大锅，估摸着也是要开腐竹作坊来着。没事，卢师傅只管做，以后怕是会有更多的人来做。沈东家不怕他们抢你们生意吗？更何况这可是模仿照搬，也可以说是偷啊。我们一开始就没防着他们，没关系，谁想做都可以做。卢师傅想做，我也不拦着。哎呀，我可做不得那生意，我还是打铁吧。沈东家若同意，我可就接这单生意了。卢师傅，你尽管接，不用征求我们的意见。卢师傅，这次我们去县城，发现县里好几个打铁铺都关门了，有人说是回乡了，您可知此事？这事儿我知道，我想他们也许并不是回乡了，其中有一个他本来就是通许县的人，还回哪门子乡啊？像我们这种小本买卖，在一个地方做久了是不会挪动的，毕竟也有固定的客人，家也安置了。若是回乡，还要重新开始。当然，若是家里真有事儿，也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卢师傅也觉得这件事儿有蹊跷。刚过完年那2天，有人来找过我。那天是晚上，有2个人找到了家里来，他们穿着黑衣，头上戴着帽子，帽子下面有黑色纱巾，所以我并看不出来他们是谁。我吓了一跳，总感觉他们不像好人，而且弄得这么神秘。可是他们气势很强，我也不敢得罪，就把他们请了进去。谁知刚一进屋，对方就甩出一锭金子，他们想让我跟他们走一趟，说是有差事给我，事成之后还会有丰厚的报酬。我没有同意，天下哪有掉馅饼的美事啊？那2个人连脸都不敢露，会是什么好人啊？于是我好言拒绝了。他们是什么口音啊？肯定不是咱们本地的，
我听不出来是哪里的口音。哎，沈东家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？那些人是不是就是不是好人呐？哎呦，我估摸着县里的那几个打铁铺的人，怕是跟着他们走了，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。卢师傅，你做得很对，谨慎一点总没错。卢师傅面对财帛不为所动，厉害。成，谢谢你啊，卢师傅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就回去了。沈渊起身准备告辞，苏婉婉去结了账。一行人到了门口，沈渊却忽然又回头对卢师傅说道：卢师傅，若那些人再找来，若是可以，请派人来通知我一声，不过最好还是拒绝，请务必小心。回去的路上，沈渊也没瞒着媳妇儿和沈昭他们，就把今天自己的发现说了出来。大兴山脉里面有矿，可能是铁矿，什么人这么大胆，居然敢私自开采？所以年前那些商队并不是商队，可能是偷偷摸摸进了矿区。这也是我的猜测。大哥为何不禀告县令大人？这样也可以让官府出面去查。不好查，官府那些衙役不顶用，弄不好就会打草惊蛇。也是，听说那里猛兽很多，还有狼群下山的情况，让那些衙役贸然前去，只会白白牺牲。你俩就忽悠吧，你俩就是想自己先查，衙役不好查，你俩就好查了，你俩就不白白牺牲了。沈昭，你不要多想，我和你大哥心里有成算，会小心的，你只管安心读书就行。嫂嫂，我知道的，我会努力读书的。等到夜里，二人都进了空间的时候，苏婉婉这才问起沈渊那铁矿山的事情。你已经派人去查了？让江顺去安排了，还让他们带石头回来。猛兽不比人类，他们嗅觉灵敏，可得小心一些，不会有危险吧？我让他们不必深入，就在外围探查一下，当然是命更重要了，你放心。苏婉婉在扒拉着手机，她给唐城发了那条短信之后，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唐城也没再联系她。从百度搜索中也查不到关于消失的女大学生忽然又有动静的消息。看来唐城是很值得信任的人，我就说我看人一向准的，当初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他很可信。是挺可信的。我是在想，既然那个人可靠，我那边还有200万没花掉，看看能不能找他买些物资。物资？我们现在不缺什么物资啊，你那些饮料什么的也不是必需品，最好还是谨慎处理。哼，在你心里我就这么肤浅，为了点吃的喝的就要冒险？我没有那个意思。沈渊，你怕是对我们那个时代的物资还不了解，除了吃喝，能买的东西多了去了，就比如能对付那些猛兽的东西。你们那里的武器也很厉害？武器啊，当然厉害了，一颗原子弹可以炸毁一个国家，厉害不？只是可惜那些热武器普通人也买不到。苏婉婉也想给他见识一番，搜了不少热武器的视频。厉害吧？那你们现在打仗的话，岂不是要死很多的百姓？所以那边非常重视教育，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，就是研究这些东西，东西越厉害越没人敢惹。我很幸运生活在那样的国家，无人敢欺，更幸运的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。所以那边这种武器不能买卖？对，其他国家倒是能买，在我们那个国家是不能买的，犯法。不过你说的对付猛兽的东西是什么呀？我也只是想想，可能有麻醉枪之类的，或者弄太阳能电网做陷阱，把猛兽引到电网里面。先等等，若真的需要，我们再联系那个官差。而且媳妇儿，你觉得下次空间升级你能回去吗？你放心，我觉得还能回来的，而且指不定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到那边看看。如果真是那样，可就太好了。